陛下，王爷，既然微臣已与宁氏和离，宁氏应该即刻搬出永定侯府。朕已经把永定侯府赐给宁氏了，他照顾了朕妹妹如此久，这是谢礼。这小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要是想谢，就送别的宅子啊，用我的侯府谢干嘛？袁业无视林立文的崩溃，看向宁氏。宁氏，你可有兴趣经营皇室的产业？回禀陛下，民妇非常希望能够为皇室经济做出贡献。宁氏会做生意这件事，袁业也是有耳闻的。那就让你做皇商，替朝廷管理产业。不止宁氏，宫宴在场所有人都大为吃惊。不得了呀！皇商和商人虽只有一字之差，实际却大有不同呢。那可不，人皇商在朝廷里那也是有特权的。哎，我听说有的皇商还会被赐予品级呢。宁氏这下被任命为皇商，那这身份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啊！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凭什么？林立文很是不服气。赚再多钱又怎样？没人要的女人。他愤愤不平地回了青雨巷。我和宁景云和离了。知道了。表姐终于脱离火坑了，真好。走神的江氏也如梦初醒般直直看向林立文。这回你总该实现承诺，娶我当正妻了吧？永定侯主母的位子到头来还是我的，而站在道德高度指责我的宁氏，什么也没得到。他没出声，等着林立文主动提出娶她。哎呀，我的老姐姐都什么时候了还端着？侯爷别难过，今后有如儿和姐姐照顾侯爷。林立文愤怒的情绪缓和了些许，附而看向江氏，板着脸的样子叫人心烦，时时刻刻等着他去哄。如儿，今晚我还是去你房里。除去进门那日，林立文就一直去的尤静茹房里，从来没有去找过江氏。姨娘，你该对侯爷主动点，示下弱啊。这小丫鬟是江氏用祁红给她的钱买的，您不能再不争不抢了，您应该主动出击，从老爷的喜好入手，哄他高兴才是呢。尤静茹，她为了争宠是不择手段的，她的那些法子，就算告诉我，我也不会去做的。林立文迟早有一天会清醒，我可以等。哎，这个姨娘我是完全带不动啊。哎，姨娘，你脖子后面长了几个小红斑呢，要不要看看大夫？不用，出去，给我出去！好的。掀起衣袖，原本光滑白皙的手臂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斑，他连忙在上面铺了层粉遮盖。肯定是过敏，对，绝对是过敏，才不会是什么脏病，过几日就会消的。我记得祁红身上就全是红斑，这应该是巧合吧？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林立文吗？他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抛弃我的。不行，他就算再爱我，也不可能忍受一个有可能患上花柳病的女人。要是被林立文嫌弃，我就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小丫鬟被江氏赶出门的时候，心里直犯嘀咕，那个红斑看起来那么严重，姨娘为什么不肯找大夫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在青楼照顾花魁娘子的时候，那些染上脏病被撵出门的人身上也长着这样的红斑。虽然这病只能通过亲密接触传染，但他也怕呀。不行，我绝对不能再伺候这个江氏了。之前就是怕染病才离开青楼的，没成想刚出来我又进虎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这就走。我的卖身契在这儿。连夜离开了宅子。次日江氏苏醒时，小翠居然逃跑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银两再买一个丫鬟回来了。早知道母亲当初派人送银两给我时，应该拿着才对啊。劳烦姐姐顺手把侯爷的衣裳也洗了。你把我当丫鬟了？
乔姐姐说的，咱们是妾，都是侯爷的丫鬟，您还把自己当主子呢？我和你不一样，林丽文从我未出阁时就爱慕我，记了我将近半生，不用多久就会抬我为正室。尤静茹光看他表情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当初的天上月，如今已成了地上的霜。侯爷当初与你苟合，不就是因为那点不甘心加上刺激感吗？如今你都到手了，他还会把你捧着哄着不成？你别这样看我，你看你跟着侯爷得到了什么？孩子没了，身份没了，这下连尊严都没了。到头来他连去你房里都不肯，宁愿来找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还不是你引诱的他，总有一天他会清醒的。唉，随后拿起水瓢舀水泼到自己身上，嘴一瘪，哭着跑去了正厅。如儿，你这是怎么了？你倒是说呀，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出气。江姨娘正在用后院用冷水洗衣裳呢。是他将你泼湿了。不是姐姐的错，奴婢本想帮姐姐一起洗衣裳，姐姐可能是不想累到奴婢了，情急之下才不小心泼了奴婢一身水的。这番解释不但没有平息林丽文的怒火，反倒令她更为愤怒，大步流星冲去后院，一脚踢翻了江氏的洗衣盆。如儿只是想帮忙，你为什么泼他？这大冷天的，要是如儿得了风寒，我唯你是问。江氏愣愣地看着林丽文，他方才不知道尤静茹怎么了，突然往自己身上泼水，原来是为了找林丽文告状，而林丽文竟连问也不问，直接定了他的罪。随你怎么想，你觉得那是我泼的，那便是我泼的吧。江氏转身就走，差点没给林丽文气出个好歹。侯爷，您别怪姐姐了，姐姐曾是江太师的掌上明珠，婚后又被丈夫和婆母保护得极好，自尊心强些，很正常啊。是啊，兄长在时，疼他疼得跟眼珠子似的，连一点粗活累活都舍不得他干。如今他跟了我，落差自然就大了。只怕他现在后悔了，后悔不该同他离开永定侯府了吧。若是丽萍还在，该多好！她那么善良，一定会护着我们母女，不让婆母欺负我们。就算我和林丽文的事情暴露，丽萍肯定也会真心祝福我们的，也会把瑶瑶当成她的亲生女儿一样，不像宁氏，知道瑶瑶身世以后就冷漠以待，真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宁氏最近忙得不可开交。疏影，这些日子你帮我打理生意辛苦了，这500两是给你的分红。叔母，这太多了。拿着吧，女孩子要留点银子傍身才好。赵二姑娘，这500两是你的。我也有。上回怀州新到的料子，你让人裁了衣裳，送去给王公贵妇们穿。没几天的时间，那批料子就被抢收一空。哦，对了，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饥饿营销，也给咱们赚了不少钱，所以说你功不可没。好的。天哪，这不是梦哎！我也只想富婆了。绞尽脑汁搜刮着古装剧里学来的词儿。谢宁夫人知遇之恩，从今以后，我赵子涵为您马首是瞻。您说东，我绝不往西；您说北，我绝不朝南。千里马遇到了伯乐，疏影和子涵忙得不亦乐乎。子涵姐姐，你找人设计的那个玉佩，我给我爹爹看过了，他说好。太好了，用不了多久，这个摄政王同款玉佩绝对会成为京城的爆款。所以赵子涵立即会意，那4个炸鸡腿，5块炸鸡排，还有薯条和糯米糍哦。哇，谢谢子涵姐姐。赚了钱的疏影子涵带着圆圆在朱雀大街上买。哎，
你们仨慢点儿。晨曦父子真是太辛苦了，我来帮你减轻一点压力吧。谢谢圆圆，这也没多重，其实我也不……泪子还没说出口。好了，这下轻松多了吧？啊，呵呵。舒颖把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李承熙，辛苦了，这个汝窑的笔洗送给你。啊，汝窑，这太贵重了，我刚要拒绝，抬头却迎上舒颖真挚的眼神，立刻会意郑重接下。舒颖，喂，那个摄政王同款玉佩还有吗？没了，下一批货要半个月以后了。哎，我这儿有，只要100两。天哪，原价10两的玉佩，居然被他们抬到了100两！我了个乖乖啊！这摄政王的明星效应简直是太厉害了啊！爹爹同款的玉佩都能被黑市炒到100两，那爹爹带过的玉佩、用过的毛笔，还有锅碗瓢盆、洗脚盆，那岂不是能卖1000两？能买多少个糖葫芦呢？所以咱们还逛不逛啊？逛！赵子涵买了一些胭脂水粉、绫罗绸缎，满载而归的回家，却惹来了妒忌的眼睛。赵子涵，你日日出去抛头露面，和那些个商人混迹在一块儿，那也没有你比试比不赢，还要到处找借口丢人呐。我光明正大与人比试，输了有什么好丢人的？至少百姓看到我光明磊落、大大方方，不像你，天天招摇过市，见钱眼开。嘿，你说对了，我就是见钱眼开，咋啦？赵子涵趁他不注意，一把夺走他腰间的钱袋，这个也是我的啦。你是强盗吗？上回抢了我胭脂水粉，这回又来抢我的钱，简直蛮横无理。嘿，我还就蛮横就无理啦！我不光抢你的钱跟化妆品，我还要打你呢！啊，好爽好爽好爽，想揍这个汉子差很久了，对吧？哇，这上头镶着的是和田玉吧？一看就很值钱。这可是我父母在我满月时。嘿，你救命啊！救命！爹娘，救命啊！这丫头又不知道惹了什么麻烦。哎，快出去看看吧。哎，赵子涵疯了！他抢走我的钱，还想抢我的长命锁。都说了，他回府就是为了钱，你们还不信？他总有一天会把赵国公府搬空的。大房老爷和夫人对视一眼，继续饮茶。你们怎么还不信呢？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大房夫妻俩被赵从阳吵得头痛欲裂。好，别喊了，我们跟你去看看。子涵，你……哎呀，不小心被发现了。我劝你们最好闭嘴，你们也不想赵家二姑娘是精神分裂的事情传出去吧？精神分裂？这精神分裂到底是个什么病啊？我也没听过啊，这感觉挺严重的啊。就在这时，赵子涵恶狠狠的眼神瞬间转为单纯无辜。伯父伯母，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这是发生了何事？子涵没事，别怕啊，咱们配合大夫积极治疗，定会好起来的啊。伯父伯母不会让你有事的，这孩子实在是太惨了。子涵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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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你做炸鸡。哎呀，这是怎么啦？什么精神分裂呀？哎呀，子涵姐姐真是太可怜了，在外头受了那么多的苦，回来还得被从阳姐姐欺负，得上精神分裂这种闻所未闻的怪病呢。你胡说什么？你们不应该认清赵子涵的真面目吗？你看看，连人家小郡主都看得出来，你欺负你妹妹了。赵从阳云里雾里，满头问号。一看赵子涵，他歪着头，满脸呆滞，
赶紧放榜出去，找大招最好的大夫，定要替子涵治好这老十字怪病呢。消息才放出几日，圆圆就把能治精神分裂的神医带来了。这神医怎么和重阳长得一模一样啊？世上怎可能有这般相似的两个人呢？若不是神医穿着赵重阳最讨厌的衣裙，加上端庄的姿态，与赵重阳大相径庭，他们还以为这是赵子涵联合赵重阳一起演的闹剧呢。这便是神医，这长相暂且不提，可这神医竟如此年轻。圆圆扯谎张口就来，就是我吃多了栗子素，一直放屁屁，然后神医一下就给我治好了。夫妻俩显然不太相信圆圆的话，圆圆连忙补充道：如果我说谎的话，我圆圆圆3个字以后就倒过来读。那要不试试？你为何要拿来如此多的画册？姑娘，是您想看，特意吩咐奴婢去书局买的呀。赵子涵试探着翻开图册，不，这画册竟如此伤风败俗，简直不堪入目。姑娘这病到底何时才会好啊？昨日突然说要模仿关公耍大刀，今早又学着国公府看门的大黄狗那般四肢爬行，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病要治也不难。神医赵以松神色怪异，但语气异常坚定。尽管交给我了。他斩钉截铁的态度感染了大方老爷。或许这位神医真能医好子涵呐。你们先下去。诊治过程中，本神医不喜欢有人打扰。大房老爷不明觉厉。走，都走。疏影这人皮面具做的也太逼真了吧。他这段时间和林疏影相处，发现他动手能力强，且特别聪明，一学就会，就拜托他做出赵重阳的人皮面具。这么短的工时竟能以假乱真，太厉害了。终于能透口气了。这一块假脸贴上去可真够难受的。听闻圆圆要他帮忙顶替其他姑娘时，他其实是拒绝的。在知道要顶替的赵重阳是个为了自己姻缘不惜买凶杀自己堂妹的坏人后，便欣然点头了。喂，你刚刚演的好假呀，我差点都憋不住笑了。圆圆表示赞同。那个什么春天宫殿的那个图，子涵姐姐明明就很喜欢看，也不知道这个宫图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小孩子别问那么多啦。不说就不说，我回去问我爹爹，让我爹爹给我买。我说二位，咱们诊的差不多了吧？对，赶紧走。赵二姑娘已经正常了。二房夫妻激动到双眼含泪，连忙去瞧子涵。只有赵国公瞧着赵以松的脸没动。敢问神医是何方人士啊？在下平州生人。家中父母可健在啊？神医救了老夫孙女儿，老夫想答谢神医与家人。在下父母已逝，多谢赵国公好意，但在下爹娘膝下无任何子嗣宗亲，不必再破费了。那神医，这位神医就不是他爹娘的孩子了吗？赵以松一副不愿旧事重提的落寞样子。那个赵姐姐不是他父母亲生的哟，她跟圆圆一样，也是被养父母捡到的。可有找到亲生父母呢？不曾。在下手臂有个红色的圆形胎记，希望能凭此找到家人。大房夫妻面面相觑。赵重阳身上并没有任何胎记，难道长相相似只是巧合吗？赵国公府众人心中存疑，但再未问下去。说来，我总觉得夫人很是亲近，冒昧想将这簪子送给夫人，希望夫人喜欢。哎呀，真是漂亮的簪子啊！这上头雕的栀子花是我最喜爱的。除了她丈夫，连女儿都未曾在意过她的喜好，更别说送礼物给她了。赵国公却越发觉得此事蹊跷，在大房的同意下，连夜派人去找了当年接生赵重阳的嬷嬷。
刘嬷嬷，你可还记得从阳出生时有没有胎记呀？胎记嘛，是有的。圆圆早就吩咐麒麟日夜兼程找到他，和他对了口供。就在这儿，只是替大姑娘洗衫的时候，那胎记就不见了。奴婢当时还以为是污秽呢。什么？真的有胎记？所以那个有胎记的神医才是咱们府上的姑娘。可，那如今这个从阳又是谁呢？我当时没有生下双胎啊！就在这时，圆圆带着烛照来了赵国公府，将悬衣门的账本交给了赵国公。这上面有赵国公想知道的东西。把赵从阳那个畜生给我喊过来！你居然敢和悬衣门联手害你妹妹！父亲，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赵从阳害了我们家子涵。我来说吧，我和林姑娘去镜湖途中遭遇了刺客。对，遇到刺客了。若非林姑娘相救，幸亏我相救，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不然都是死人了。你这孩子，你是要急死你娘啊！你是娘的命啊！出那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不告诉爹娘呢？大哥，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你到底是怎么教的女儿？二叔，你怪我父亲干嘛？你不如问问你那个荡妇女儿，还说是林姑娘救了你，怕是你献身给悬衣门那6个杀手，才捡回一条小命吧？赵从阳胡说八道的能力实在是太厉害了吧？直接写话本不就行了，还拿什么剑呢？畜生，我当初还不如把你掐死。家门不幸呐，家门不幸呐！我怎么教出个这样的女儿来？那你们还不配当我的爹娘呢！喂，烛照叔叔，他脸皮好厚，对吧？外面那个小狗狗撒尿了，你要不要去照照镜子呢？你的确不是我的女儿，我的亲生女儿手上有胎记。你以为我很稀罕当你女儿吗？大房夫人硬生生被赵从阳气晕了过去，赵子涵一个箭步飞过去，掐大房夫人的人中，把她掐醒。那个，我来给赵二姑娘复诊。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我走了。站住！你为什么长得和我那么像？因为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些年我一直弄错了人。不可能，你们肯定是联合起来在骗我。因为你跟真正的赵从阳长得太像了，出生时候的襁褓也一模一样，所以就不小心就被人报错了。我爹爹已经派人查清楚了。赵从阳惹怒了赵国公府所有人，他们如今在意的只有结果而非过程，即使这个过程漏洞百出。孩子，这些年委屈你了。我不信，爹娘有2个儿子，却只有他一个女儿，从小就如珠如宝的疼着。只一个接生嬷嬷的证词，如何能相信？你们不觉得这件事疑点太多了吗？接生嬷嬷肯定是被人收买来陷害我的。他去看家人的脸色以征求赞同，却被他们的冷漠惊得从头凉到脚，如坠冰窟。你们是不是宁愿认一个外人，也不肯认我了？是我刚刚说的话太过分了，我可以道歉，只要你们别再帮着赵子涵指责我。大姑娘这话真有意思，当初把子涵接回来时，你不还说过血脉不重要，非要把那个外人留下当你的堂妹吗？二婶，你是不是一直记恨我呢？我只是看不得你们那么冷血，刚找到亲生女儿，就要把养育了10几年的孩子赶走，那么多年的感情说不要就不要，令人寒心。那你派人杀子涵姐姐就不冷血，不叫人寒心啦？
父亲，大哥，还在等什么？既然赵重阳不是我们赵国公府的人，就快点把他赶走。二叔，你不就是想给赵子涵出气，才撺掇祖父和爹把我赶走吗？我女儿差点没命了，我不给她出气，还有谁可为她做主？要是不把这个贾重阳赶走，咱们就分家。我无法忍受子涵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要是那个赵子涵在的话，见父母如此护着他，肯定会开心的吧？二叔，有话好好说啊！母亲在世时就时常念着家宅安宁，若是分家，不是要扰得母亲在天之灵不得安息呢？大嫂的意思是，我们子涵就白白受了这委屈。哎，你信？罚赵重阳10棍，将他赶出府。祖父，他幼时顽皮不肯读书，祖父连他的手心也舍不得打。赵重阳又去瞧父母的脸色，父亲一脸凝重，母亲则是伤心又无奈，都没有为他求情的意思。这下他不敢嚣张了吧？承熙先生说过，这叫众叛亲离。你们都欺负我！你们就是嫌弃我不像赵子涵那种小姑娘一样斯文。看不得我有那么多好兄弟，我一心缘好，我爱着谁了？你们这些女人有必要联合起来欺负我吗？10棍打完，赵重阳几乎昏厥。圆圆好奇地走过去，用手指戳了戳他的屁股。咦，朱赵叔叔他好像一个年猪呀，就嗷嗷嗷叫的，话还特别多。唉，朱赵叔叔你好无聊呀，我还是去找子涵姐姐玩吧。小主子，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聊天的书可以推荐一下吗？在线等挺急的。把他扔出赵国公府，不允许任何人接济他。让我看看你真正的长相吧，孩子。是个很标致的孩子，比我家重阳好看。唉，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是不是我生的，我能不知道吗？可这孩子实在太让我伤心了，的确是重阳的错，他应该受到惩罚。你的父母既已不在人世，就在赵国公府住下来吧。赵以松摇摇头拒绝了，他并不喜欢寄人篱下，更何况圆圆给了他5根金条作为谢礼，等帮助赵国公府解决完问题，他就自己置办个大宅子，岂不美哉？以松姐姐，这个给你。小郡主，这太多了。娘亲说了，女孩子要有银子傍身才行呢。谢谢小郡主。哇，我以为永定侯府都已经够宽敞够气派了，但是摄政王府简直是有果汁而无什么鸡来着，烧鸡。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从永定侯府搬到摄政王府的圆圆，简直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神仙的日子我知道，不如这个好。元彻凯旋后，元夜准他歇息几日，不必上朝。他在书房处理军务时，王爷，小主子垂钓时不慎掉进池塘了。元彻差点年纪轻轻就罹患心疾。为什么要跳水里？因为钓鱼太慢了呀，我就直接去水里面吃了。子涵姐姐说了，这个叫自助餐。吃生的。子涵姐姐说这个叫生鱼片。这张二姑娘可真是有趣。小主子回来又是想吃什么黑色的森林，又是吃什么生鱼片。王爷很久没体会过心梗的滋味了吧？把所有的鱼都捞出来做熟后，再给郡主吃。圆圆第一次体会到撑到难受的感觉。好撑啊！我现在
连一颗花生米都吃不下了呢。赵重阳被赶出侯府后，自己爬去了医馆。这是您的药，一共2两银子。什么？这么点药就2两？2两还多啊？你到底……这不是前些日子跟苍陵16位比试的娘娘腔吗？啥娘娘腔啊？那是个假小子。反正就是他，一招都没过，还说要上阵杀敌呢。这又是找谁比去了？被揍成了这样，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总喜欢找人揍自己。怎么，你这是刚输完比赛，又想赖钱了？谁赖钱了？赵重阳找遍全身，也就那枚长命锁还值些钱。拿这个抵枕巾总可以了吧？他把长命锁当作枕巾底给了大夫，自己在病床上躺了好几日才能下床走路，拖着病体回到赵国公府，却见白日里敞开的大门紧闭着。喂，开门呐！我回来了！不开就不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饿呀。知夏姐姐，你不照顾娘亲了吗？奴婢是要去庄子里看看瑶瑶小姐。哦，对，林舒瑶还在庄子里呢，也不知道她把命格换回来后过得到底怎么样了。夫人如今打理铺子忙得不可开交，便要奴婢去看一看，添置些东西。若是瑶瑶小姐过得好，夫人也就能安心了。知夏姐姐，圆圆也想去看瑶瑶姐姐。等请示过袁彻和宁氏后，烛照护卫圆圆和知夏一起去了永定侯府名下的庄子里。开门呐！柴大力，是我。开门的是骁骑营的将士柴大力，经常和赵重阳一起喝酒吃肉，以兄弟相称。你是重阳？你咋混成这怂样了？之前听阿强说你不是赵国公府真正的姑娘，真的假的？别问了，爹快要饿死了，给爹做饭。柴大力给赵重阳下了碗清汤面，赵重阳跟一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狼吞虎咽。你明日当值，若是见到袁以恒，一定要告诉他我现在有多惨，把我说的越惨越好。他想要袁以恒把自己接回晋王府照顾。这几日兄弟就叨扰了。你们在做什么？你个姑娘家同有妇之夫勾肩搭背的，算什么样子啊？早就听说丈夫有个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却没想到这位朋友如此没有分寸。原来是嫂子啊！我和柴大力是好兄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而且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早在一起了，也轮不到你。你身为妻子，别整日对丈夫疑神疑鬼的，怪不得柴大力最近都很少跟我们聚了，原来是妻管严呐。你要真那么放心不下，大可跟我们一起呀。不过你应该听不懂我们说的话题。柴柳氏气得头疼。你要是不把他赶走，我们就和离。这看吧，当初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就说他肯定不是什么好相处的，叫你好好考虑考虑。你看我说中了吗？柴大力不发一言，抓着赵重阳的胳膊把他拽出了院子。你赶我干什么？我只想跟我媳妇儿好好过日子，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放过我成吗？说完砰的一声关了门。死柴大力，有了媳妇儿忘了兄弟。我异性缘那么好，有那么多兄弟，我才不稀罕住在柴大力家里呢。到了吗？车马骤停的声音惊醒了呼呼大睡的圆圆。知夏立马就觉得桂嬷嬷的反应不对劲儿。瑶瑶小姐呢？知夏姑娘舟车劳顿，不如先歇片刻，用完饭再说吧。瑶瑶小姐肯定是出事了，带我去见二姑娘。二姑娘病了，今早儿刚服了药，如今还睡着呢。知夏姑娘且等等，莫扰了二姑娘歇歇。知夏绕过桂嬷嬷，径直去了主院。知夏姑娘是存心不让二姑娘安心养病了。这个嬷嬷能分知夏姐姐1个、2个、3个知夏姐姐。烛照叔叔。哎呦！
知夏和圆圆趁机去了后院。你们俩还在等什么？赶紧把我拔出来呀！啊！哎呦，哎呦，轻松！哎呦，这些杀千刀的，哎，快去把大奶奶喊来！知夏姐姐，你看哦，这个屋子里面挂的明明就是大人的衣服，然后窗帘里面还放着好几种胭脂水粉呢。还有，你看这个床边边放的这双鞋这么大，肯定不是瑶瑶姐姐的鞋。所以说，真相只有一个，这里是刚刚那个老嬷嬷住的地方。正房向来都只有主子能住，这庄子里唯一的主子就是瑶瑶小姐。那个老嬷嬷居然鸠占鹊巢，怪不得变着法儿的不让咱们进来呢。桂嬷嬷惊叹，还是来晚了一步。二姑娘宽厚，不爱住大屋子，便让给老身住了。你鬼话连篇，二姑娘究竟在哪儿？桂嬷嬷又想搪塞几句，可看到他们身后带刀的烛照以后，吓得咽了咽口水。好冷啊！这么冷的天，这个屋子里居然连个炭火都没有。我刚刚在正房里看见那里的银丝炭烧得可旺了呢。瑶瑶小姐，烛照叔叔，你可不可以把正房里的那个炭盆端过来呢？得令。林书瑶感受到温暖，渐渐地不再发颤。知夏是看着林书瑶长大的，怎能不心疼？贱婢，你就是这么照顾主子的？若不是夫人搀我们来看望瑶瑶小姐，瑶瑶小姐恐怕都要被你折腾死了。桂嬷嬷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疼，满脸不服。知夏姑娘，你虽是侯府身边的大丫鬟，可我也是这青莲山庄的管事嬷嬷，你凭什么打我？我尊她一声二姑娘，可谁不知道她是那江氏跟侯爷苟且生出来的孽种，给她吃给她穿都不错了，还要我真把她当主子伺候？哎呀！到了这青莲山庄呢，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上头有有人敢伤小郡主，找死！杀人了！圆圆抬头看了看碧蓝如洗的天空。桂嬷嬷说上面有人，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林书瑶虽有些烦人，但心眼儿不坏。圆圆其实并不很讨厌她，而且就算林书瑶的出身再不堪，这也不是桂嬷嬷苛待她的理由。她方才看了下林书瑶的命格，只剩10年寿命了。你们4个把二姑娘来庄子后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我听，若有半句虚言，要你们好看。奴婢说，厨房做的膳食都给桂嬷嬷吃了，二姑娘日日只能喝米汤充饥。桂嬷嬷还不准二姑娘住正房，也不准我们给二姑娘盖厚被子。夫人给二姑娘送来的首饰衣裳都被桂嬷嬷拿去当铺当掉了，嬷嬷要拿钱去赌。二姑娘病了有小半个月，嬷嬷每日都强迫二姑娘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站规矩，上回二姑娘差点冻死在外头。你们就不将此事告知侯府吗？桂嬷嬷说二姑娘惹恼了老夫人和夫人，就算是死在庄子里，他们也不会在意的。她这么说，你们就信了？不敢。老夫人虽迁怒于二姑娘，但从未想过要害她，锦衣玉食地养到她及笄，再寻个好人家将她嫁出去，也算是全了以往的祖孙情谊。老夫人还特意写信恳托住在这附近的大奶奶帮忙看顾着二姑娘呢，怎么会不在意她的死活呢？知夏姐姐，这个大奶奶是谁的奶奶呀？她同咱们侯府老夫人是妯娌，只有过年过节时两家才会走动呢。这林家那只有咱们永定侯一脉有出息，这大奶奶的亡夫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呢，2个儿子更是在家里混吃等死，靠着侯府的接济才能把日子过下去呢。说曹操就到。桂香呐，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我弟媳的外甥的堂弟的二姨家的4姑娘呢。
哦，原来这个凶巴巴的奶奶就是那个鬼嬷嬷上面的人呐。弟弟、媳妇儿的外甥、堂弟、二姨、四大姑，谁干的？啊！一声咆哮打断了圆圆的思路。是我。早就听说侄媳妇在乡下捡了个野丫头，举止粗鄙，满口污言秽语，跟那个野种林书瑶不相上下。没成想你今儿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活腻歪了啊！太岁，所有的太岁我都认识，你是哪个小虾米呀？桂嬷嬷是大奶奶的远房亲戚，这野丫头害死了桂嬷嬷，大奶奶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之前芍药就是经常私底下给二姑娘做好吃的，还为了二姑娘顶撞过桂嬷嬷呢。结果桂嬷嬷告诉了大奶奶，大奶奶直接命人打断了芍药的腿，发卖去了窑子。这下他们几个有好果子吃了，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把她扔进翡翠河里。翡翠河是水流最为湍急的一条河，淹死不少人，水性极佳的人也不敢轻易下水。这野丫头害死了桂嬷嬷，就得以命抵命。大奶奶，她不就是个养女吗？她宁是还不至于因这个乡下丫头跟我这个伯母置气，一条贱命赔给桂香，真是委屈她了。家丁们跟着大奶奶也是作威作福惯了。我还不能在自己的地盘处置一个小丫头了，还不分青红皂白，你草菅人命，去报官！好，报官！等这死丫头坐了牢，她就老实了。发生了何事？大人，这丫头差事奴才，害死了我家嬷嬷，大人要为我们做主呢。大人快把我抓走吧，我跟你们去。这小丫头胆儿还真大，倒是省了心。走，带去衙门。看吧，得罪了我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怎么办？本来是带着圆圆小姐出来玩的，这玩着却玩到了大牢里，我该怎么跟摄政王和夫人交代呢？圆圆似是心有所感，回头冲他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示意之下姐姐不用担心。之下当即就冷静了下来。夫人说过，圆圆小姐天赋异禀，有非同常人的胆识和能力，定然是不会出事的。这个就是剥皮刀呀。这个锯子是干什么的呀？那个长长的板凳怎么用呀？这小丫头的爱好也太独特了吧，喜欢刑具。虽然不知道这小主子为什么心血来潮想到牢狱里来观光游览，但毕竟千金之躯怎能待在这种地方呢？掏出一锭银子给狱卒，换个好点的牢房吧。看着白花花的银子，狱卒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您看这儿怎么样？这儿采光绝佳，单人单间，有床榻，还有这个桌椅板凳，洗漱用品一应俱全，您都不用单独买，还有12时辰热水，绝对是咱们这儿的牢王。小主子，坐下来歇会儿吧。圆圆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哪里能坐得住？哇，我太瘦了，轻轻一钻就钻过来了，看来还是得好好吃东西才行呢。圆圆在衙门大牢就跟菜市场一样闲逛起来。你犯了什么罪呀？我的未婚妻被村里的恶霸玷污了清白，我去报官却没人做主，那恶霸反而变本加厉地欺负我们，我们为自保就打伤了那个恶霸，县尉就判我斩立决，明日执行。我听承熙夫子说过，根据大昭律法第21条，你这个叫紧急避险，是正当防卫。出来吧！其他的犯人见此，纷纷跟圆圆诉起冤情来。我就是在郭举人家门口吐了口痰，就被判了20年呢。还有我，李员外家的二公子，麒麟弱小，我仗义主守，也被关了进来。小的被张秀才家的狗咬了，张秀才居然不管。还有我。你确实是被冤枉的，你撒谎了。
你是去张秀才家偷东西，才被他们家的狗狗咬的。圆圆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没有人撒谎，一气之下把所有蒙受不白之冤的犯人全都放了出来。好香啊！小主子，您要是喝了酒，我不好跟王爷交代。这下我可是帮助了邻家大奶奶，永定侯府要好好答谢我才对呢。圆圆便瞧见狱卒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哎，大人，那个小姑娘把好多犯人都放跑了。蠢材，快去抓回来啊！犯人逃跑这事儿，若是让上边知道，我的乌纱帽就不保了。快，随我前往牢狱。什么声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只见县尉气得七窍生烟，脱下鞋子要教训圆圆。好臭！比我在村子里面见过的茅房都要臭呢！你是踩到屎了吗？县尉难堪的脸都红了，连忙穿回鞋子。你为何要放跑犯人？我当官那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胆子这么大的啊！我还想问呢，你为什么把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捉进大牢呢？本官断案，轮得到你来质疑？你这小丫头片子，知道段义宗案子有多复杂吗？刘成当然是能减则减，有的人他又不能得罪，只好得罪那些普通老百姓。谁叫他们没权没势呢？连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也不拿点好东西孝敬我。小姑娘，你犯的可是杀头重罪。他才不会管圆圆是出于何种原因放跑的犯人，只要在上头责罚时把圆圆当作替罪羊供出来就行了。哦，那你杀呀？县尉气得鼻子都歪了。我今天不弄死你，我就不姓方。哎，大人，县城让我把这个给您，说是10万火急，拿过来我看看。快放人！放什么人呢？这大牢里边的犯人都跑了，这还有什么可放的？这县城怎么就不能一句话说完呢？不管了，先弄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丫头再说。大人，刚开口又被打断，方县尉都快烦死了。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那个刘刺史来了，府兵包围了整个县衙，要咱们放人，到底要放谁？说是一个眼尾有红痣的小姑娘，她到底是什么身份，能同时惊动县城和刺史？肯定是你得罪了刘刺史，气得刘刺史恨不得亲自来抓人。我若是把你交出去，刘刺史肯定会嘉奖我的。你跟我出来。出来就出来。马上就要死到临头了，看你这小丫头片子还敢不敢这么狂？刘刺史一路心跟。林姑娘，委屈你了，请跟下官回府呀，下官定会好好招待。方县尉一下子就傻眼了。刘大人，您这是？刘刺史挽了方县尉一眼。这位是摄政王刚认回来的女儿，虽还没上皇家玉蝶，不过这都是迟早的事。方县尉眼前一黑，我怎么没听说过摄政王有女儿啊？怎么不早告诉我呀？这怎么办呢？这我是谁这个不要紧，被冤枉的百姓才是最要紧的。你还是先把你经手的冤假错案全部都弄清楚吧。好，我现在就还他们一个清白。胡师爷，你赶紧把我当官这10几年的卷宗全部都找出来。回来还有，通知全县衙所有官差今天晚上加班。全县衙的官差都坐在地上翻看卷宗，把含冤入狱的犯人名单全部整理出来，再一一进行补偿。3天3夜都没合眼，才把整理好的卷宗递给圆圆看。看那些犯人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和补偿，圆圆才满意的点点头。方县尉这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你该判我的罪了。不，您没罪。
那个桂嬷嬷手里好几条人命呢。况且她苛待主子在先，袭击皇室子弟在后，她是罪有应得啊。哦，那我还私自放跑犯人了呢？这哪有上门硬要我定罪的呀？我这是私自放跑犯人，可是很重很重的罪呢。承熙先生说了，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我都还不是皇子呢。所以我是应该交罚金呢，还是交罚金就行了，祖宗。圆圆乖乖巧巧地交了罚金。至于你的罪，就由刘刺史来定吧。我这官袍以后怕是穿不了了吧？落寞之际，师爷又着急忙慌地找了过来。大人，您家老太爷和老夫人打起来了。方县令一个头两个大，这糟心事儿已经够多了，我爹娘都80多了，还不让我省心。老夫人一气之下告诉老太爷说，大人您不是老太爷亲生的，是老夫人和同村的情郎生下的孩子。方县尉只觉脑子一阵眩晕，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下真的不姓方了。烛照叔叔，你说我上了皇家玉蝶的话，是不是就要正式改姓袁了呀？应该是的。哦，袁圆圆这个名字好听是好听，就是听起来怎么感觉圆乎乎的。其实我觉得姓林也挺好的。也不知道在林家村的爹爹和娘亲怎么样了，好想去看看他们呀。知夏见到圆圆安然无恙回来，脸色才好了些许。知夏姐姐，你怎么不开心啊？瑶瑶小姐不肯吃饭呢，我请大夫来瞧了，她的求生意识非常薄弱，现在怎么都不肯进食。圆圆闻言踏进林书瑶的房间，林书瑶死气沉沉地仰躺在床上，看不出半点生机。吃药哦。真棒，再吃一口啊。我自己来。他动作极为缓慢地喝完了一碗粥。你真的是妖怪吗？圆圆给他和舒言换命的那一幕，他始终无法忘记。又叫我妖怪，我到底哪里像妖怪了？怎么林书瑶和团团哥哥都问我是不是妖怪？对呀，我就是妖怪啊！待一会儿我就要把你的骨头都嚼碎，吞到肚肚里面去。林书瑶这回并没有跟圆圆斗嘴，她在青莲山庄受了太多折磨，特别是在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就失去了与人玩乐逗趣的勇气。你把我嚼碎也是可以的，我本来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孩子。你都知道啦，桂嬷嬷已经把京城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了。我本来不理解，为何母亲突然就不喜欢我了，连向来和善的祖母也突然要把我送到庄子里来。现在才知道，我的存在本来就是错的，母亲不喜欢我是应该的，我是母亲痛苦的来源。更何况我还抢走了二哥的命格。我好恨父亲，可是我也受了他的命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想不想回去呀？我已经没资格见母亲了，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呀？我之前对你说过特别过分的话，我还跟二哥跟林公子说他有娘生没娘养，我想跟你们道歉，对不起。你那个时候说的话就是很过分，气得我肚子都饿了呢。闻言，林书瑶更加羞愧，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匣子。我听你还有永定侯夫人、世子、二公子抄写了佛经，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我希望你们平安。圆圆凑过去看了眼他抄写的佛经，字体很稚嫩，甚至好几处都抄错了。为了长记性，在旁边抄了好几遍写错的字，看得出是用心的。那个，你的寿命只剩10年了。我知道了，谢谢你。我的寿命本就是偷来的，
那如果能回到你亲生父母身边，你也不愿意吗？不愿意，我才不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不喜欢爹爹和大伯母，一点都不喜欢。我宁愿一辈子受桂嬷嬷的虐待，也好过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你说的是对的，跟大乌龟和僵尸在一起过日子，确实是一种折磨。2位姑娘，老夫人和大姑娘来了。我去接大姐姐。祖母和长姐怎么会突然过来呢？肯定是来接圆圆的，反正不可能来看我。我的身世那么不堪，祖母和长姐，她也不想惹得他们厌烦。林树瑶果断躺下，将自己藏进被窝里。瑶瑶快睡吧，娘亲呼呼睡着就不疼了。昏昏沉沉地睡了不知多久，睡眠过程很不安稳，好像还能感受到外界的动静。有人轻轻打开门，温暖的手扶上了他的额头。怎么能不吃饭呢？林书瑶呆呆地看着林疏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林疏影和他血脉相连。一种很温热的情绪从他心底涌了上来，烫得他眼眶逐渐湿润。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以前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家的宠爱，哪怕从长姐和二哥身上感受到失落和羡慕，也从未在意。我真是太过分，太无耻了。这些日子来，他想不出该如何补救，心想着如果自己死了，就不用再那么痛苦了。所以他默默纵容桂嬷嬷的行为。4个月间，不断有侯府的人来询问他，他都没有如实告知自己的近况。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林丽文和江楚真的女儿，你只是我的妹妹，这就是你存在的意义。这一切，如果要怪，就只能怪叔父和母亲。如果真那么相爱，为何不给瑶瑶一个光明正大的出身？他们犯了错，却不曾悔改，反而要让孩子承受。长姐，他无论如何也没想过，长姐不但不恨他，反而赋予了他存在的意义，告诉他自己不是个错误。我在侯府附近置办了一栋小宅子，里边的仆从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还有一些小丫鬟和你年龄相仿，能当你的玩伴。我有空便去陪你，好吗？我那么坏，却能拥有那么好的姐姐。等啜泣好不容易止息，祖母去哪儿了呢？帮你出气去了。事实是祖母还是不想见到林书瑶，一见到林书瑶就会想到母亲背叛父亲，她不想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就直接去找了大奶奶。知下传信说桂嬷嬷虐待林书瑶的时候，他们怎么能这样？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看咱们还是过去一趟吧。我不是说过要你们关照林书瑶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弟妹，这不是你说的吗？拜托我好好关照那个野种，我的确好好关照了呀，不让他好过，但是要吊着他的命。他没发现老夫人的脸色越来越沉。我家小孙子才哥，弟妹可还记得？他近日要娶媳妇儿啦，这婚事呢，定要风光大办。弟妹你看看，能不能接济啊？才哥定会感激你的恩情，将你当成亲祖母孝顺的。圆圆，你为什么要把鸡蛋堆起来呢？你看这个像不像一座塔呀？像倒是像，但是像就对了，这个叫做蛋塔。那你为什么要给包子上面裹泥巴呢？这个叫脏包，我还没有做好呢。你再和一点泥哦。好的。那这个锅里的铁链子是干什么的呢？怎么上面还有糖呢？这个是焦糖拿铁。这些都是子涵姐姐告诉我的美食哟。这个真的能吃吗？在美食方面，
你不可以怀疑子涵姐姐，而且我可是深得子涵姐姐真传的人。遇到我，你的口福还在后头呢。谢谢。我的2个孙子，一个是少年英才，一个12岁就考中亚元，我还不需要你那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蠢孙儿当我的孙子。举人又如何？我就不信他林淑妍入得了春闱榜首。但这回毕竟是他有求于老夫人，心中再不快也只能陪笑脸。淑妍有出息，咱们林家也跟着沾光。咱才根就是托了淑妍的福，才15岁便娶到媳妇儿，不像淑义和淑妍是有大本事的，晚点成家也没事儿。我呀没什么福气，只能过一些儿孙绕膝的日子，不像弟妹你日日清闲，我真是羡慕的紧呐。老夫人怎会听不出他的话外之音？哼，儿孙绕膝还要打秋风借别人的钱吗？哼，林淑妍有出息没错，但林淑义不但瘸腿还毁容了，这辈子都毁了。我的子子孙孙至少五官端正，胜过他林淑义100倍。这年龄到了，还是得成家立业的。弟妹可给淑义相中了好人家的姑娘，淑义今年都17了。我家发根17的时候，孩子都能满地跑了。我娘家倒是有一位侄孙女儿，年龄正合适，只不过她脸上有一块丑陋的胎记，一直没人敢娶。我想着配你们淑义，倒是绰绰有余哈。弟妹，不如让他俩先见见。你的侄孙女，那样貌可想而知。我家淑义实在不敢恭维。大奶奶就差那么一点就要跟老夫人翻脸了。她真是拐着弯骂我丑啊！不，她都没拐弯。对，她刚嫁入林家时就是这么讨厌。不能想，越想越气。咱们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二叔在时不也曾说一家人要互相帮衬吗？帮衬？那你去地底下找你的好二叔帮衬。赵泽清，你简直欺人太甚，居然咒我死！你住着我置办的宅子，拿着我施舍的银两，还敢对我大呼小叫，是想出去讨饭了吗？这句话就跟冷水一样，一下子就把大奶奶泼醒了。弟妹，我刚刚也是气急上头了，这话赶话，你别生气啊！我一直记着你的恩惠呢。那个野种我也帮你处置了。没成想老夫人的脸色变得更为难看。我让你折磨林书瑶了，你不是这个意思吗？你随意曲解我的意思，还想让我报答你？我又不是故意要曲解的，我也只是想拍一下你的马屁呀，谁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反正桂嬷嬷已死，咱们也扯平了。怎么死的？一个乡下野丫头指使她的护卫害死了桂嬷嬷。用不着弟妹你出手，我已经把她送进大牢了，估计改日就会被斩首了。一向从容不迫的老夫人眼睛越睁越大。你知道她是谁吗？不就是一个小丫头，难道还是什么皇子公主不成？她是当今摄政王的亲生女儿，陛下的亲堂妹啊！他只知道宁氏捡了个小姑娘，但还没见过她。后来才听宁氏提起她的真实身份，让人不免心惊。结果大奶奶把她送进了大牢。你自己找死，别带上整个林家。弟妹，你可一定要帮我，我不想死啊！现在找方县尉放人应该还来得及。圆圆没事儿，正在青莲山庄和瑶瑶玩呢。那就好，那就好。哎呦，吓死我了！我做的蛋挞怎么是绿色的呢？闻起来还有点臭臭的，应该是鸡蛋的问题。那你要不还是先尝尝这个脏脏包吧？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特别好吃？你要不还是自己尝尝吧，让我看看。呸！怎么这么难吃啊？我知道了，肯定是包子的问题。我怎么会错呢？是吧？还有这个焦糖拿铁肯定没问题。瑶瑶姐姐，你要不……圆圆，我突然觉得我挺饱的，真的挺饱的。嘿，这是疏影吧？哎呦呦，长得真是越来越标致了。哎，你今年18了吧？可有意中人呐？大奶奶给你介绍一个顶好的儿郎。多谢大奶奶好意，我的婚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我晓得，你是觉着你被齐家退了婚，怕人家嫌弃。无妨，有我做主呢，不是？疏影是我侯府千金，英雄之后，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娶，轮得到你来介绍？哎呀，都是一家人，我又不会害疏影。我娘家侄孙五官端正，又吃苦耐劳，有上进心，为人老实，会疼人。疏影嫁过去，那就是享福的。哼，我还不知道你五官端正，那就是平平无奇；吃苦耐劳，有上进心，那就是现在没什么本事，还为人老实。你就直接说嘴笨缺心眼儿吧，这福气给你享吧，你全享了。哎，怎么能这样说呢？你侄孙给我们疏影提鞋都不配。既然你们看不上，那就当我没说好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如你们住几晚再走。不必，咱们走吧。还是先住下来吧。这么大的雨，要是在路上出了事，可怎么办呢？老夫人有些犹豫，可天气如此恶劣，除了留下来别无选择。哎，这就对了嘛！我这就吩咐厨房备菜。当晚祖孙俩睡在一间房，中间用屏风隔开。夜深人静时，一支烟管向房内吹了股浓浓的白烟。已经把人弄晕了，你待会儿就进去，把生米煮成熟饭，他林疏影就非你不嫁啦。嘿，多谢姑奶奶帮我。姑奶奶对你好吧？等你娶到林疏影，记得多帮衬帮衬姑奶奶一家啊！嘿，那是自然。这个贾太岁还有那个癞蛤蟆在说什么悄悄话呢？有什么话是尊贵的我不能听的？嘿，多谢姑奶奶赠我一桩好姻缘。快去吧，不耽误你与家人春风一度啦。他们要害疏影姐姐。哎呀，终于解决了一桩心事呢。那间屋子不适合疏影姐姐住，还是送给大奶奶你自己住吧。房顶上的圆圆晃晃头上的小蘑菇，指尖发出流动的光芒。再醒来时，他感觉有人用手揽住了他的腰。这是我男人死了好多年，我没成想还有枯木逢春的一天。那句话说的真是好呀，岁月从不败美人。他压抑不住激动的情绪，与那人十指交叉，心脏扑通扑通，缓缓转过了身。你不是全院撒扫的小厮吗？我昨夜不是让你去迷晕疏影，你蠢货，你怎么会在这儿？蠢货，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是睡了一觉，我什么都没做啊！大奶奶又羞又怒，这奴才胆子居然那么大，还不快滚！好。一开门，又被昏倒在门前的孙福海绊了个狗啃泥。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林家长子林立春遵照母亲的吩咐，一大早在厢房外蹲点。这咱还多出一个小厮了。不过这计划如此完美无缺，肯定是已经成功了。你怎么会在疏影的房间门口？你对疏影做了什么？面上勃然大怒，内心却心花怒放。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林家马上就有一座大靠山了，终于不用低声下气找永定侯府借钱了。没有，我什么都没做。我昨夜一进门就被敲昏了，在门外躺了一夜，睡得腰酸背痛，一睡醒就看见了你们。难不成被这小子捷足先登了？是不是你欺负了疏影？林立春这一嗓子把林家所有人都喊了过来。怎么回事啊？疏影小姐怎么了？知道怎么这么多人呢？我没做过的事儿不能冤枉到我头上啊！编，接着编。这孙福海的演技未免也太好了，要不是我们合谋让他玷污林疏影，我还真信了你。大胆！那疏影的清白都毁了，你必须负责。唐伯，你在说什么呢？时间瞬间静止了。林立春听到声音，不敢置信地回过头。你方才说什么清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在房间里吗？怎么会在外头？这房子漏风，我和祖母就去了另外一间厢房，一醒来就听到唐伯在喊我，发生了什么事啊？林立春此时也是一头雾水，猛地推开孙福海，闯进屋子。一进门，林立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大奶奶，您为何在这里睡觉呢？我什么都没做，我发誓，我只是躺床上，我就单纯的睡了一觉，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怎么办呀？主子们肯定会怪到我头上来。我现在解释就跟演示一样，越解释越乱。林家众人望向小厮和大奶奶的眼神从好奇变成了斥责与愤怒。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哎，就是这简直闻所未闻嘛！这要传出去，咱们林家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唾沫星子淹死呢。我娘可是你主子！打了一拳还不解恨，劈头盖脸的拳头揍向小厮。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呢。大奶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但见小厮快被林立春打死了，生怕闹出人命。别打了，你打死他，你也得坐牢的呀！你竟然还帮他说话，所以你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娘啊，你是真饿了，你就算要做，你弄得隐蔽点不行吗？这下所有人都看见了。你糊涂啊！今日被糟蹋的不该是疏影吗？他充斥着怒火的双眼瞪着林疏影。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听不懂大奶奶的意思。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装傻充愣啊！大奶奶冲上去要拿花林疏影的脸。不准伤我大姐姐！哼，你们这是自讨苦吃。怎么又是这小丫头啊？大奶奶一见到圆圆，吓得叫也不敢叫出声了，低头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生怕圆圆再找她的麻烦。林立春痛心地看着这一幕。娘，不，大奶奶，按照家法，你该进猪笼。我是你的亲娘啊，你要进我猪笼啊！我10月怀胎生下你，含辛茹苦把你养大，帮你娶妻生子，替你们操劳一生，你居然想让我死！我是你的亲儿子，你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事情，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你是想毁掉林家的名声吗？他不是没想过母亲被人陷害的可能，但那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为了脸面着想，他必须大义灭亲。我真的没有。他望向那些昔日里疼爱有加的子子孙孙，他们都站在门外，向他投来嫌弃且厌恶的眼神。居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我说话。你们身上穿的、吃的、用的，都是我的永定侯老夫人伏低作小才求来的啊！若不是我，林家能发展成这样吗？都是一群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当众被冤枉侮辱，也没人替我辩解。我为你们到处奔波操劳，没睡过一夜好觉，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我活该啊！母亲，你先忍忍，先假装进猪笼，等族中叔伯们相信你已死，
我再偷偷送您离开，安然度日，希望您能明白我的苦衷。把大奶奶压下去。不用你们，我要掌控自己的存亡。我为你们操心一辈子，如今也该替我自己想想了。说完，他不等旁人回神儿，猛地冲上去，撞柱而亡。娘啊！娘啊！娘啊！我没想真的害死你啊，娘，不是真的进猪笼，你就不能再等等儿子吗？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啊？大奶奶都没气了，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林家今日丢了很大的脸，只想尽早解决，以免落人口舌。孙福海见事态愈发严重，趁无人注意到自己，偷偷溜了出去，却被突然出现的竹子一脚踹了回来。都是因为你，我娘要不是为了你能娶上媳妇儿，怎会自己着了道呢？我娘死了，你也休想好过。大奶奶一向安分守己，肯定是你迷晕了小厮与大奶奶，让他们躺在一起。我是疯了吗？我迷晕他们干嘛？都是他出的馊主意，要我迷晕林疏影，谁知道他反而自己晕了。兴许是他爱刺激，故意睡在林疏影床上，跟这小厮那个什么，故意让我撞破呢。林家众人闻言皆是勃然大怒，他们自然想要林疏影嫁过来，可若是成功了，他们必然喜闻乐见。如今没成功，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大奶奶的次子怒道：满口胡言乱语，母亲才不会做出这种脏事，肯定是你骗人。我哪里骗人了？就是那个跟大奶奶苟且的小厮，他用烟管迷晕的林疏影，我可以作证。这个孙福海是脑子被驴踢了吗？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来人，把这个满嘴胡言的傻子给我拎出去。原来你们打的竟是这个主意。老夫人语气阴沉，竟想毁我孙女的清白，你们可想得真是好啊！老夫人今日清醒时，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间厢房，心下疑惑，却忽然听见林立春撕心裂肺的痛哭。他竟能狠毒到这种地步，不惜毁坏一个姑娘家的清白，如此卑劣歹毒，死了真是便宜你了。从今以后，我永定侯府与你林家再无瓜葛，你们若是再敢上门，别怪我翻脸无情。别，这都是一家人，以后若是出了事儿，彼此之间也有个照应，何必做得如此决绝呢？照应？一群累赘，我永定侯府不需要你们的照应。日后你们若再敢到侯府打秋风，我必让你们有来无回。老身说得出，做得到。呼呼噜毛吓不着，呼噜呼噜毛吓不着。林疏影情绪平复不少，感激地看向圆圆。昨夜是你救的我吧？昨晚他意识模糊时，忽然被人捂住嘴，直到闻到一股鸡腿和栗子混合的香味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圆圆，你又救了我一次。那这么说，大奶奶也是你？对呀，她先迷晕大姐姐，我才把她换到那里的。至于后面的事情，那大概是天道吧。承熙夫子说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叫他要害疏影姐姐呢？承熙夫子说的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圆圆，你真是我的小福星，你2次救我于水火，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昭儿姑娘给了我一个名为蛋挞的配方，我这些日子一直在琢磨，回去就做给你吃，怎么样？大姐姐，你真是我的神！昨天我跟瑶瑶姐姐做这个蛋挞的时候，也不知道是鸡蛋的问题还是怎么了，一点都没做好吃。你的神？这又是昭儿姑娘教你的吧？子涵姐姐说，这个代表了像
滔滔江水一样连绵不绝的崇拜之情。是吗？疏影，咱们回家。哦，祖母，这位就是圆圆。以往老夫人虽和圆圆住在同一屋檐下，但一直未曾见面。嘿呀，真是个粉妆玉砌的娃娃呀！祖母能抱抱你吗？谁料性子活泼外向的圆圆竟像是定住了一样，直勾勾地看着老夫人的脸。我脸上有什么吗？没有。圆圆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怎么回事？祖母怎么会和娘亲有亲缘线呢？怎么回事？祖母怎么会和娘亲有亲缘线呢？虽然娘亲是祖母的媳妇儿，但是婆媳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呀。娘亲跟祖母有亲缘线的话，那就说明她跟战死的老侯爷也有亲缘线。可是大乌龟也是老侯爷的孩子呀，那娘亲跟大乌龟岂不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啦？不对，娘亲跟大乌龟没有亲缘线，不然我早就看出来了。也就是说，老夫人和宋小娘之间有一个人背叛了老侯爷。我记得花婶婶跟我说过，宋小娘在进永定侯府之前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所以说真相只有一个，大乌龟很有可能就是宋小娘和未婚夫生的孩子，肯定就是这样。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哎呀，不对，现在还不能说，不是宁家的孩子，或许娘亲根本就不知道他不是宁家亲生的。那个宁老爷在世的时候，我光顾着生气了，根本就没注意他和娘亲的亲是了。或许是为了验证圆圆的猜想，就有不速之客找上了宁氏。舅舅舅母来了，快把他们请进来。舅舅待我极好，母亲不让我做生意，是舅舅极力支持才让母亲同意的。我当年成婚，父母不肯出席婚宴，也是舅舅将我送上花轿。奴婢知道，还有回门的时候，也是舅老爷张罗的。他早就把舅舅当做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没想到这次舅舅还是拖家带口来的。哇，我们以后真的要住在这里了吗？只是借住。呸！杀千刀的水灾把咱家房子都冲没了，都怪你没用，只顾着逃难，家产都不带出来，害得全家挨饿受冻的。说什么借住呢？你外甥女的家就是咱们的家，以后咱们就住永定侯府，不走啦。爹爹，我回来溜，你有没有想我呀？爹爹想圆圆。肚子饿了吧？圆圆想你想的胃口都不好了呢。那总得吃饭吧？想吃什么？那就简简单单来点烤全羊、烧鹅、卤鸭、炸鸡、一品肉，还有樱桃肉，还有牡丹卷、栗子酥、枣泥卷，还有糖葫芦、糖山药就好了，多了圆圆吃不下。哈哈，真够简单的。那就先吃这些。来人，这次出去好玩吗？我这次可是干了几件大事呢，爹爹你快表扬我。真好吃。圆圆喜欢就好，爹爹开心。你说当年是不是多亏我有远见，让你亲自送锦云上花轿啊？现在呀，到他回报咱们的时候了。就是咱们农户出身，也有住进侯府的一天，这不是命好是什么呀？就是，要不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永定侯夫人，我早都跟你和离了。懦夫！哼！你舅舅老家双桥县，发生了水灾，所幸你在京城，就来投靠你了。正好你的表侄儿和侄女儿都到了入学年纪，
我跟你舅舅啊，想着让他们去国子监读书。我和你表兄表嫂操劳了一生，就等着享你的福了。不用去国子监，普通的私塾也是可以的。锦云正好办了所，云路书院是吧？边儿去！书院和国子监哪能一样啊？宁家舅母在心里骂了丈夫几十遍。你看啊，国子监的夫子都是教导过大官的，兴许咱们家也能出个大官呢。若是舅母想送孩子去云路书院读书是没问题的，我可以让他们免费读书，但国子监不行。虽说沾女儿的光得来个皇上，但国子监真的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宁家舅母没想到这般小小的请求，宁锦云竟也不答应。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若我要是有钱，他还敢这样瞧不起我们？早知道我就不该让我丈夫搭理你。哎，算了算了，不去国子监就不去吧。我孙子孙女可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都是一家人，我也不为难你。那我们今后就在这儿住下了。你们侯府人少，我们一家6口住进来也热闹。光看今日这出就晓得，这个舅母不是好相遇的。将来若要住在一块儿，那70、80岁的琐事想想就头疼。我可以借钱给舅舅舅母租赁宅子。你们侯府有那么多屋子，干嘛要出这个冤枉钱呢？淑意和淑妍喜静，不喜欢那么多人住在一块儿。永定侯府可是7进7出的宅子，住我们一家6口那是绰绰有余。就算是扯破喉咙说话，也不见得能吵到你儿子。有必要用那么假的理由？当了几年官太太，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若不是你舅舅帮衬，你哪有今天呢？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宁景云，你怎能如此忘恩负义？你忘了，你有今日的成就，是谁磨破了嘴皮子祈求你母亲，又是谁亲手送你上的花轿？我从未有一刻忘记过，是舅舅，不是你。夫妻乃是一体，我提出的要求就代表你舅舅提出的要求。宁锦云看向舅舅，询问他的意思。宁家舅舅一直低着头，不敢正视妻子和外甥女儿。宁家舅母知道自家男人性子软弱，定不会忤逆他，神色更加理所当然。你舅舅将你视如己出，你若不收留我们，便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若传开，你的生意还怎么继续下去？这永定侯府我是注定了。够了！你怎么能这般厚颜无耻？这是别人家，不是你家。你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驳我的颜面！你外甥女是别人吗？你能不能站起来，别像头烂泥一样扶不上墙？我能指望你干什么？什么事情都能搞砸，有现成的宅子不住，还冠冕堂皇的说什么借住？我真是后悔嫁给你了，一点用都没有。宁氏听舅母竟然这般指责舅舅，脸色沉了下来。舅舅，我替你置办一间宅子，全了我对你的感激与孝敬。至于让谁住进去，你自己决定。哼，你心肠真好啊，自己住那么富丽堂皇的屋子，还用施舍的语气说给你舅舅置办宅子。过去10几年我们过得那么寒酸，怎么不见你帮呢？锦云给了。宁家舅舅头一回迅速反驳了妻子的话。锦云他每月都会派人送银票过来。我怎么不知道？那些银票不是你外出做工赚来的吗？不是，我找不到活干，又不愿意听你的唠叨，便日日在外听戏饮茶，拿着锦云送来的银票骗你说这是我领的月钱，就是这样没了。他一口气说完，又像是做了什么决定。锦云，你不必为难，不理会我们也无事，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姐姐亲生的孩子，你是她买回来的。你根本就不是我姐姐亲生的孩子。哎呀，你别！什么意思？我不是宁家的孩子。姐姐当年难产，生下个死婴，怕姐夫怪罪，就偷偷让婢女去人牙子那儿买了个婴孩回来。这件事儿只有我跟姐姐还有姐姐的婢女知道。姐姐走后，我做梦都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
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说吗？要是他知道宁家跟他并无血缘关系，不帮衬我们一家了，该怎么办呢？锦云已经受够了亲情的苦，好不容易解脱，还得照顾咱们这帮累赘，你放过他吧。原来如此，怪不得母亲从未抱过我，不肯让我同寻常女子那般读书习字。他想起了年幼的时候。母亲，你看看我涂上这个口痣好不好看呀？很丑，像个村姑。怪不得母亲永远都在质疑我。母亲，你看这条裙子怎么样？难看死了，像个老太婆一样。可是朋友们都说好看。那是骗你的，等着看你笑话呢。到我及笄的时候，媒婆来我家。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穿得这么显老呀？她长得本来就显老。母亲以打击我为乐趣，尤在我开始做生意后更甚，骂我没出息，眼高手低，蠢笨，让我趁早放弃。我失败、焦虑、崩溃时，她说我能力太差，只适合在家相夫教子。过去我一直不懂，母亲为何不喜欢我，原来只因为她不是我的母亲。谢谢你，舅舅，真的谢谢。谢谢舅舅，让他知道他过去并不是一个坏孩子，只是母亲单纯的不喜欢他罢了。这是我在你襁褓里发现的，幸好人牙子没留意，不然肯定会给他当了。这些年我一直妥善保管着，这是你找到你亲生父母的关键呐！你看这做得多精致啊，说明你亲生父母家不会差的，而且他们是真心爱你的。哎呀，这可是金子，当了的话，咱家就不愁吃喝了。他捧在手里细细欣赏，越看越喜欢。死老头儿，上回你孙子都要饿死了，害得全家都只能去乞讨。有金子不早拿出来，你是不是存心的？这是锦云的东西，你快还回来。你做梦！这镯子在咱们家待了30几年，就是咱们的。再说了，他那么有钱，会稀罕一个镯子呀？你还讲不讲理了？快还给锦云！把镯子拿回来。宁家舅母没想到宁氏会喊下人对付他。哎，行，我不要了，行了吧？舅舅，我给你置办间宅子吧。不管舅母待他如何，舅舅是实实在在善待过他。哎，实在是麻烦你了。日后若是你舅母来找，不必相见，直接赶走便是。哎，你个老头子，看我不……宁家舅舅再也坐不住，捂住妻子的嘴，急急忙忙拉着家人离开了。帮我给舅老爷看套宅子，再告诉舅夫人，若是他再敢来纠缠，就把宅子收回去。是，夫人。做完这些，他对曾经的娘家人已经仁至义尽。这镯子做工精致，京城怕是没有几个师傅能做到。若是沿着这条线索去问，或许能找到我的家人。许是思虑过重，突然眼前一黑。娘亲，我回来了。啊，娘亲，你怎么啦？圆圆，什么怎么了？就是你刚才这样，然后又那样，是在跳舞吗？昨晚看账本太久，身子有些疲倦罢了。哦，那娘亲你蹲下。见宁氏愣愣地看着自己，远远撅着屁股蹲下示范给宁氏看。你看啊，就是像圆圆这样子蹲下。好，圆圆伸手在宁氏额间抚了抚，满身的疲惫瞬间消失了。好啦。宁氏只觉现在身子异常轻盈。这是什么呀？我的牙！娘亲，我的牙还在不在了？在，当然在了，但是也不能乱咬东西了，不然将来换牙的时候容易长不好呢。换牙？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牙齿将来全都要掉光光了吗？那也太可怕了吧！那样的话，我还怎么吃鸡腿和栗子酥呢？那倒不至于。真的吗？娘亲，这个金镯子能不能给我玩玩呀？当然可以。
娘亲真好，圆圆捧着金镯子跑到后花园，闭上眼睛，轻轻抚上金镯子，回顾方才在正厅发生的事情。哦，原来娘亲已经知道她不是宁家的孩子啦。圆圆从花园的狗洞子里钻进去，嘿呦嘿呦嘿呦，走近路，绕过几条街，啊，终于到了，就是这里了。听见宁家舅母忽远忽近的抱怨：千里迢迢跑来京城，就捞到这么小一间房子，等在他那里捞到足够的钱，再把真相告诉他，不行吗？住的地方是不愁了，可咱们吃穿怎么办？你怎么那么没用啊？祖父真讨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想要厉害的祖父。听见了没？孙子们都嫌你没用呢，要不是我，你早就饿死了。咦，我的天道老头啊，娘亲的舅舅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能忍住不反抗呢？什么味儿这么臭呀？低头一看，是粪夫拉着满车的贡桶路过。圆圆一晃头上的小蘑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嘿，哎呦妈呀，谁到头上拉屎了？这是好事儿啊！这叫天降横财呀！咦，他怕不是个傻的吧？还天降横财呢？实在是太臭了！哎呦！圆圆忍着呕吐的欲望，跑回永定侯府。撞上了从寺庙回来的老夫人。圆圆灵机一动，走一拐。哎呀，我摔倒了！哎呀，哎呀呀！哎呀，我的金镯子呢？到底到哪里去了呀？圆圆，你说的是不是？老夫人捡起金镯子，和善的目光瞬间凝滞。你是从哪儿找到的？那一年，永定侯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太好了，我终于有女儿了，辛苦夫人了。夫人，你看啊，这是我画的镯子，你看看这样式怎么样？不错，精巧细致。嘿嘿，你喜欢就好，我这就叫九福楼的匠人给咱闺女做个金镯子。夫君有心了，那就再劳夫君，给女儿起个名字吧。这个我早就想好了，以丽平吴霸月宫，偏翻高阳五湖风。咱们的女儿就叫林月阳，怎么样？丽平，岳阳，真是个好名字。哎呀，孩子尿了，春和。不必，我来。哎，你不是要去军营点卯吗？你带着岳阳做什么呢？我好不容易得了个女儿，还这么可爱，我不得跟他们炫耀炫耀呀。孩子还小呢，小心着了风寒。再者，你请来给阳儿画像的画师已经在堂前候着了。那行，阳儿乖，等爹爹回来再跟你玩啊。丽萍，你是大哥哥，爹不在的时候要保护好妹妹啊。放心吧，我最喜欢陪妹妹玩了。岳阳2个月时，奶奶带着他外出游玩。哎呦，你来了，走，咱看叶子戏去。哎，不行，我孙女儿还在马车里呢。哎呀，有丫鬟看着，你怕什么？走。哎。等看完叶子戏再出来时，岳阳早已不见踪影。小姐呢？啊，哪儿去了？奴婢罪该万死，奴婢就捡了个手的功夫，小姐就不见了。啊！是。快去找，就算把京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把阳儿给我找回来。我的阳儿，女儿丢了，永定侯夫人哭到昏厥。1年后，奶奶郁郁而终，死前还叮嘱儿子一定要把岳阳找回来。他们就这么找了30几年，30几年从未放弃过。后来老侯爷战死沙场，老夫人远赴边疆收敛遗体，还从他的遗物中
找到了岳阳的画像。可惜老侯爷始终也没等到女儿回家。我绝对不会认错。圆圆，好圆圆，你告诉祖母，这镯子是从何处来的啊？这是娘亲给我玩的。你娘亲给的？老夫人慢些跑，仔细着您的身子。正在打算盘的宁氏听见房间砰的一声被推开。母亲，您这是？你的肩膀上有红色胎记，是一枚铜钱的形状。是啊，我小时候还觉得这胎记代表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呢。孩子，我是你娘啊！是，儿媳知道，您是我娘，婆母也算半个娘了。不是，我是你的亲娘啊！你肩膀上的铜钱胎记，那金镯子，是我亲手给你戴上的。你是林木和我沼泽清的女儿，是永定侯府嫡出的姑娘。母亲，您在故意逗我笑吗？我怎么可能是公爹和婆母的女儿呢？开什么玩笑呢？若是如此，我和林丽文岂不是成了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也太荒唐了吧！我没有骗你，我找了你整整37年呐！这37年来，我日日念经诵佛，我就只盼着能找到你。老夫人不断擦着泪。你的眼睛和你兄长一样，都随了你父亲。我怎么那么蠢呢？从前总觉得跟你亲近，却从未想到这块儿来呀。宁氏突然想起什么，怎么办？听说兄妹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痴呆儿，我淑媛不会是傻子吧？圆圆，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祝你元旦快乐！元旦是什么？是圆圆的蛋吗？可是所有的蛋都是圆圆的呀。你这个小脑瓜里果然只有吃的。元旦就是过新年呀，要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身体健康，福气满满哟。那我就直接赐福好啦。嘿，圆圆祝大家圆圆的蛋快乐，2025年大家都福气满满，万事顺遂。母亲，你怎么了？淑妍，你还认识我吗？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我的母亲。幸好你不傻。林淑妍此刻满头雾水。娘，我可是亚元啊！对，你是亚元，怎么会是傻的呢？对，这我就放心了。淑仪，你说天上有几个太阳，几个月亮？天上有1个太阳，1个月亮，但你要问多少个星星，那儿子就不知道了。对，这个娘也不知道。不对啊，淑仪脑子也没问题啊。但是这不管怎么说，我跟林丽文是兄妹，这也太荒唐了。想起他和林丽文成婚16年的那些浓情蜜意，宁是胃里一阵翻滚。母亲，你等着，我去请大夫。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说，我没有生病，用不着请大夫。而此时的老夫人也在被火焰煎烤着。我不该那么快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岳阳的，他肯定受不住的呀，真是作孽呀！早知如此，我就是拼死也不会让林丽文娶岳阳进门啊！老天哪，你为何要这般惩罚我们一家呀？或许林丽文并不是老侯爷的亲生孩子。哇，春和嬷嬷好聪明啊，一下就猜到了。对呀，我方才乱了理智，脑子糊涂了，竟没想到这一点。宋小娘当年是怀着孕进侯府的，保不齐这中间出了什么蹊跷。快把宋小娘带回来，我亲自审问。
面怎么喝来着？下次让子涵姐姐再教一下我。糖葫芦，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哦，对，盆子。爹爹，洗脚。爹爹，我来给你洗脚啦。什么？我的圆圆长大了，本以为要孤寡一生，想不到还能得此乖巧孝顺的女儿，上天待我不薄。好啦，洗完啦。小姑娘，你说你用这个脚盆跟我换糖葫芦，我没听错吧？摄政王亲自用过的脚盆。真的假的？如假包换。那我放一串给你哦。爹爹，洗脚。我大概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父亲了。好啦，洗完啦，再换这个盆盆洗哟。还有这个盆盆，这个盆盆，还有那边，还有那边。啊？难道说？不会吧？袁彻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你们来看看本王身上有没有什么异味。回王爷，奴才没有闻到异味。仔细闻。摄政王，奴才真的什么都闻不出来呀，也不知道摄政王到底是要让咱家闻什么味儿啊！别闻了，跟你的脚没关系，跟我去朱雀大街。瞧一瞧，看一看啦！摄政王亲自用过的脚盆，如假包换，限量100个，卖完就没有了哟。给我一个，我也要，给我一个！不要抢，排队哟！哇，爹爹，袁彻一只手把圆圆拎起，捉回了摄政王府。说吧，卖爹爹的洗脚盆做什么？换糖葫芦。哈哈，来人，打听一下哪家糖葫芦做的最好，请到王府来。哇，爹爹真是太好了，我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朋友。就在老夫人派人去寻宋小娘的期间，有乞丐一路乞讨到了青玉巷的宅子门口睡了一夜。晨间踏出门的林立文被他半个狗吃屎。大爷行好啊，给我几块铜板吃饭呗。滚，晦气！乞丐上了年纪，林立文这一脚差点把他踹吐血。他也有脾气，当即就啐道：你狗眼看人低，不给就不给，你踹我干什么？你要踹死我咒你全家绝后！绝后二字触到了林立文的逆鳞。你才绝后呢！我有儿子，还有2个，一个才10岁就中了举人，是你这臭要饭的求也求不来的子孙福。就你这衰样，你儿子还能考中举人？你生来一张嘴就知道放屁！你个要饭的，你连种都没有吧？娶不到媳妇儿的乞丐，就算你有儿子，那肯定也是断袖，断了你家的香火。乞丐得意地笑了笑。我这个臭乞丐还真有儿子，而且他的身份说出来，能吓死你这个乡巴佬！切，身份再高，能高得过我永定侯吗？有种你就说啊！我儿子就是当朝大名鼎鼎的永定侯林立文。盛怒的林立文闻言笑出了声，满嘴胡言乱语。这乞丐怕是个傻子，居然糊涂到说他是我爹。我爹早死了，坟头草都2尺高了。他虽不喜欢从小便无视他的父亲，但还不至于想要认个乞丐当爹。我就知道你不信。永定侯的小娘，宋翠珠，你认得吧？她就是我，老相好。你认识宋翠珠？这个乞丐怎么可能同我生母相识？我生母虽然是妾，那也是高门贵妾，哪来的途径识得这等阿杂乞丐？你信口雌黄，信不信我抓你去报官？
乞丐也不恼。宋翠珠嫁给老侯爷当妾前可穷了，他爹等他一及笄，就把他卖给了糟老头子当田房。我那个时候可没现在这么落魄，我还参加过院试，那长得那也是相貌堂堂，家里还有2亩2田呢。不少妙龄女子都喜欢我，但是那些姑娘啊都没有宋翠珠放得开。她不想嫁给糟老头子，就直接带着1壶酒来寻我，把我灌醉。那什么了我也得负责，不是？就去他家提亲。可才过了1个月，那永定侯就领兵路过，那娘们儿一下又看中了永定侯，跟对付我一样就对付了永定侯。那我也气呀，那我又有什么办法？人家那是侯爷，我哪敢跟侯爷抢女人？那天我去药馆替我爹抓药，前脚看见他刚走，那大夫告诉我，那娘们儿那些日子一直都在用安胎药呢。我细算日子，那就是老子的种儿。后来我想进京看看孩子，那宋翠珠却雇凶来杀我，得亏我命大，扮成乞丐东躲西藏30多年，不然早死了。对了，你要是认识那永定侯，就给他带个信儿，就说他亲爹来了啊。话还没说完，乞丐就感觉一块坚硬的东西猛地撞到自己的额头，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我让你胡说，你还想当我爹？你做梦去吧你！林立文疯狂地拿石头往乞丐额头上猛砸，直到乞丐被砸得血肉模糊，瘫软在地上，没了生机，他的双手才不自觉开始发抖。我杀人了！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接受不了自己居然是乞丐的儿子，是他先胡说八道的，不能怪我。他原本是不该相信乞丐一面之词的，可发生的一切都又和他说的对得上。他不是足月生产，而是提前1个多月早产的。娘啊，为什么要和那个乞丐有牵扯？我是林立文呐，是永定侯的儿子，是大昭的侯爷，我怎么可能是乞丐的儿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办？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杀人了，不行，我不能去自首，杀人可是重罪，我千辛万苦才坐上永定侯的位子，不能就这么毁了。他手足无措地清理现场，但双手发抖。侯爷，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大乌龟的亲生爹爹找到他没有。圆圆找到了自己的爹爹，娘亲找到了自己的娘亲，大乌龟也找到了自己亲生的爹爹，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侯爷，这是怎么了？看来是瞒不住了。既如此，尤静茹我也留不得了，毕竟死人才不会说话。林立文还没发觉自己到底产生了多么可怕的想法，正在思考对策时，侯爷莫怕，没事的，妾身会帮您。他与林立文对视，眼里写满了真挚，温柔的话语让人忍不住想依靠。如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这个乞丐，他找我要钱，我没有，就让他去别处看看，他就骂我，羞辱我，还打我，我是失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哦，没事啊，妾身知道啊，不要怕，这不是侯爷的错，是这乞丐自己找死。可是我还是杀人了，我有罪，对不对？不，你没有，
侯爷没有犯罪，侯爷您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对，如儿说的对，是这个乞丐他自己找死，我只是为自己利益着想，下手狠了一点而已。暂且不论乞丐说的是否为真，但凡传出些风言风语，嫡母怀疑他不是老侯爷的孩子，找来宋小娘对质，那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不能怪我。如儿，你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拉到后山埋了就行，没人会在意一个乞丐的行踪的。你会跟我一起的，对不对？当然，侯爷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一直陪着侯爷的。林丽文这才抑制住对尤静茹的杀心。等你帮我掩埋了尸体，咱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肯定不会揭穿我的。江氏却发现林丽文似乎愈发中意尤静茹了，这是为什么？林丽文连用饭时都要逆着尤静茹。江氏遮住蔓延到脖子的红斑，甚至还为她作画，为她描眉。我跟你说，这家的栗子酥特别好吃，我经常过来买呢，还要提前排队哦，不然根本买不到。真的吗？什么栗子酥那么好吃啊？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世间这么大，却没有我江楚真的容身之处。哎，我先来的哟，不准插队。就是，我们先来的。瑶儿，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回来了，为何不找我？瑶瑶！他的突然出现吓得林书瑶呆住，愣愣地睁着眼睛，没有回话。我是你娘，我是你的亲娘啊！原本以为他会从林书瑶脸上看到惊喜的神色，我早就知道了。你知道了，知道了就好，知道了就更好了。那你能叫我一声娘亲吗？以往他听着林书瑶甜甜地叫宁氏母亲，心里异常的羡慕和难受，做梦也想林书瑶这样叫他。林书瑶却盯着他，固执的不肯开口。我是你的亲娘啊，我九死一生才生下你，你连一声娘也不肯喊吗？我不喜欢你，也不会喊你娘。江氏难过的不得了。你在知道真相以后，不该开心才对吗？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是吗？可我在庄子里的时候，从未见你来看我，也没见你给我什么东西和口信儿，只有祖母和母亲差人看我，还给我送东西。那时你又在哪儿？还跟大乌龟在一起呗。那个恩恩爱爱，和和美美，还有比翼双飞。哎呀，这些成语说出来好羞脸呐！不说了，还说什么是我的亲娘，结果我不还是没有你们的情爱重要？若不是你今儿看见我了，估计都想不到去庄子把我接回来吧。我想过去接你，是宁景云把我跟你爹爹赶了出去。我们没钱没势，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瑶瑶。到底是心有余还是心无余，你自己心里清楚。还有，不要在我面前诋毁母亲，你这样非常过分。我没有诋毁啊，瑶瑶，我说的是事实啊。事实就是，若不是宁氏在大理寺捉他和林丽文，他也不会被老夫人赶走，母亲也不会病倒，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宁氏就是个伥鬼，丈夫不爱儿子不亲，就要抢走旁人的女儿，害得我女儿误会自己的亲娘。我是小，但我不傻。你暗示祁红在我面前讲母亲的坏话，还跟我说母亲更喜欢圆圆。我之前想不通，着了你的道，现在我可全都知道了。你就是个坏蛋，我才不要认坏蛋当母亲呢。这番话像是穿肠毒药，听得江氏五脏六腑都在疼。所以是宁景云把你接回京城的是吗？她定是觉得我抢走了她的丈夫，心怀怨恨，所以要让我的女儿来折磨我。
果真是上古出生，心思深沉，令人发指。圆圆一眼就看出姜氏的心思。咦，这个清风霁月的眼神忽闪忽闪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又在脑子里面偷偷编故事，说我娘亲的坏话了。哼！喂，你可不准污蔑我娘亲哦！我娘亲现在可是皇上，可忙了，哪里跟你一样，天天就想这些过家家的游戏。哼！即使现在姜氏已然落魄，也没把圆圆放在眼里。他的自尊不允许他同一个小姑娘计较。没有。林书瑶觉得自己脾气真的变好了很多，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和姜氏讲话。是大姐姐去接的我，圆圆和祖母帮我教训了坏人。疏影不是很恨我吗？为何还会帮我接回瑶瑶？难不成疏影已经接受了我和林丽文在一起？瑶瑶，疏影姐姐，看姐妹相处得如此和谐，姜氏心里稍有安慰。娘跟你们一起走吧，你们不必替我担心。你叔父他待我很好，只是我想你们了，以后娘就陪着你们，再也不离开你们了，好吗？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怕是大乌龟不喜欢你了，你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就想着赖在大姐姐家，叫大姐姐养你呗。劳林姑娘为我们母女三人的事情伤神，我身为母亲，凡事都为孩子着想，之前种种错误我都当作一笔勾销，今后我只想做好一个母亲。你还积极原谅上积极了。姜氏又想开口，林淑颖打断他：不必了，您还是赶紧回到叔父那边去吧，我跟瑶瑶不需要你。你还在恨我，可你不是已经接受瑶瑶了吗？还是说宁是他蛊惑了你？他是不是用钱收买你？他想让我众叛亲离，真能乱人心智，让人不惜伤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吗？我已经不恨你了，只是不需要你。姜氏愣了好久，似乎是在消化不需要这3个字。对不起，成为我的孩子对你来说是种痛苦吧，我能不能弥补你些什么？我并不认为自己过得苦，我已经比这世上大部分人都要幸福。至于母亲，只是我的遗憾，但这点遗憾不算什么。除此之外，唯一的缺憾就是父亲从来没有去他的梦里看过他。您也不用弥补我什么，只要您以后别再来找我们，有事也别找，我们没有你也能过得开心。这不是气话，是他的真心话。好。姜氏强行扯出一个笑容。你们过得好就行，母亲不会再来打扰你们的大好人生了。他转过身，泪如泉涌。圆圆、瑶瑶，我们走吧。风吹的姜氏头发都散了，他头一回在心里质问自己为何会选择林丽文，抛弃自己的女儿。他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此时的林丽文并没有心思想这些，他准备启程去老宅找宋小娘。侯爷回来了。小娘呢？小娘何在？我有要紧事要问她。您说宋小娘呀？她已经被接走了。啊？被谁接走了？就侯府老夫人呢，说她找宋小娘有事儿。完了！他不死心地追问：你说清楚点儿，老夫人只是单纯的把宋小娘接回去照顾，还是有其他事情要问她？来接她的人表情怎样？表情我没注意。一定是我想多了，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身世才找的宋小娘。老夫人一直待在侯府，深居简出，怎么可能会突然怀疑我的身世？就算老夫人审问，宋小娘为了自保，一定不会说出来的。
肯定不会有事的，肯定不会有事的。对了，是老夫人身边的春和嬷嬷亲自来接的宋小娘。林丽文心头又一紧，不好不好！他越想越不安，连夜骑马回了京城。春和，我再问问你啊，真的是宁氏叫我回去的，不是老夫人哈？春和嬷嬷没好气地应了一句：“是的，没错。”那我就放心了，嘿嘿，定是宁氏当了皇上，想要孝敬我这个婆母啦。刚开始听得老夫人找他，他吓得魂不附体，怎么都不肯走。后来春和嬷嬷告诉他，是宁氏以老夫人的名义接他回去养老，他这才欣然上了马车。哼，算宁氏识相，没忘了我这个饱经风霜的婆母，还知道把我接回来孝顺。来人，快来人给我看茶呢！侯府的人都死绝了吗？我可跟你们说，我儿媳现在是皇上，这茶要不是最贵的，我可不喝。这该说不说啊，宁氏还挺懂事儿的，虽然跟我儿和离，倒也没忘了我这个婆母的好。就是对我儿也太无情了些，我待会儿定要好好说教说教他。宋小娘板着脸等人来沏茶，等了许久，连个影子都没有。嘿，人都死哪儿去了？他抬眼喊人时，猛地看见了站在门口脸色黑沉的老夫人。您坐，不应该是宁氏来给我赔罪的吗？这煞星怎么来了？跪下！是跪！宋小娘硬着头皮指着春和嬷嬷：“夫人，就是春和，他骗奴婢，说是宁氏请奴婢回来的。是我授意的，不然你怎么会乖乖跟着春和回来？”好你个老东西！宋小娘在心里把老夫人骂了好几遍，明面上却缩着脖子跟着鹌鹑一样。夫人，奴婢不知道文根儿跟那个江楚真有首尾呀，这件事和奴婢无关呢。您要找就找他俩的麻烦，奴婢是无辜的。宋小娘大着胆子，那个文根儿其实也是无辜的。您说，要不是江楚真那个狐妹子，那文根儿能犯错吗？再多嘴就把你舌头割了！宋小娘立马闭紧嘴巴。林立文是谁的儿子？此话一出，宋小娘如遭雷击，脑子变得空白，从头到脚都发凉。瞧您说的，文哥当然是先侯爷和您的儿子呢。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姨娘要见识见识自己食指突突的模样吗？还不等宋小娘反应过来，春和嬷嬷用老虎钳夹住她的食指指甲，连皮带肉把指甲拔了出来。林立文是你跟谁生的？就是谢侯爷的儿子，是谢侯爷的。老夫人不耐烦地抿了抿唇，春和嬷嬷当机立断，再一次发力。正堂传出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到后面渐渐虚弱，最后完全听不见。宋小娘已经痛得失去了意识。老夫人摆摆手，小厮提着一桶水浇在宋小娘脸上。宋小娘迷迷糊糊地苏醒，痛到麻木。还嘴硬，就把你的皮扒下来，干脆的死和受尽折磨而死，你选一个。食指连心，痛意像烈焰那般烧灼着她的全身。我说，文哥儿是我在进侯府之前和同村的未婚夫共度一夜后怀上的，我骗你们说是早产，其实不是。老夫人悬了几日的心瞬间落下。果然，岳阳和林立文不是同父异母，并未有被人伦。我的2个孙儿也是健康的。担忧焦虑过后，取而代之的就是愤怒。你简直是胆大包天，怀着别人的孩子也敢爬先侯爷的床，
你骗了侯府整整37年，你个混账！还让那个野种坐上了永定侯的位子，这对侯府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娘亲，这个栗子酥是我跟瑶瑶姐姐一起买的，你要不要吃一点呢？谢谢，娘亲不想吃。那娘亲，你吃不吃这个鸡腿呀？你们吃吧，我吃不下。老天爷还真是荒唐，我因伤女出身，被冷嘲热讽了30多年，同林立文成婚后，一直自视甚低，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小心翼翼地讨好所有人。而现在，我居然是先永定侯的女儿，而林立文是姨娘跟别人生的孩子，真是可笑。一时间不知是喜是悲。岳阳，岳阳，老夫人走到宁氏面前，想摸摸她的脸，又怕宁氏抵触。你可以放心了，你什么都没做错。宁氏神色复杂地同老夫人对视，她从未期盼过母爱，在嫁给林立文后，只恭恭敬敬地对待婆母，不曾奢望与她亲密相处。这是你爹爹生前一直带在身上的，他觉得是他在战场上杀了太多人，老天爷这是惩罚他，才把你从他身边带走。喂，老天爷就在这站着呢，哪有当面说人家坏话的？哼！再说了，战场杀敌那是军人的职责，根本不会惩罚的。所以这上面这个小小的婴孩就是我。那时我在先侯爷的怀里抱着，先侯爷看起来笑得真开心呢。傻孩子，还说什么先侯爷，那是你爹呀。记得我跟林立文成婚那日，有宾客在婚宴上嘲讽我的出身，是爹斥责了那些人，还安慰我说人的品德比出身更加重要，让我不必妄自菲薄。是呀，如今看来老天爷还是善待我们的。当年你爹生死关头，是你救了他，又作为儿媳跟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爹泉下有知，定然高兴呢。春和，快把我房里的箱子拿来。是。这是我这些年给你准备的生辰礼，还有吉吉礼，还有新婚贺礼和给外孙的满月礼，我都准备了。我不知道你长大会喜欢什么，就每样都备了些。现在看来，这个金算盘算是买对了。老夫人把给女儿准备的1岁到36岁的生辰礼一件一件地介绍了个遍，每一样都饱含着她对女儿的思念和爱。我日日都在想象你收到礼品时的反应，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我从未收到过生辰礼，他过去的生辰只有简单的一碗长寿面，及笄后连长寿面都没了。他今天才知道，原来长大了也是可以收到生辰礼的。原来在父母眼里，不管多大，也还是他们最珍贵的小孩。我的岳阳受委屈了。不委屈，我同亲生父母生活了这么久，我已经足够幸运。好，母女团聚，皆大欢喜，你们2个还不赶紧抱抱呀？宁氏破涕为笑，在老夫人忐忑的目光中紧紧抱住了她。娘，你们这是做什么？一道愕然的嗓音打破了母女相认的融洽。宁氏怎么跟我嫡母走得这么近？他常常告诫宁氏，嫡母不喜他的出身，不准他在嫡母面前太过出头，以免惹嫡母不快。宁锦云，你难道忘了，你已经不是林家的儿媳了吗？
为何如此不知分寸，跟前夫的母亲来往密切？你以为讨好我的母亲，我就会跟你复合吗？哼，摄政王给我难堪时，你不肯为我求情，我才不会那么轻易原谅你。我如今没心思同你破镜重圆，除非你跪下来求我，再把永定侯府的地契还给我，我才会考虑和你重新在一起。我是有样东西还没给你，定是我们之前的定情信物吧？他估计夜夜都拿来睹物思人吧？后面的想法被突然到来的巴掌打断。你打我！你打我！宁氏这一巴掌用了十足的力气，手掌发麻。谁让你进来的？哼，到什么时候了还欲擒故纵？本侯乃是永定侯，这是永定侯府，回府需要你同意吗？你是眼瞎了吗？这栋宅子已经改姓宁了，是陛下亲自下的旨意，摄政王亲手写的牌匾。来人，把这声名显赫的永定侯给我赶出去，下次若再敢来，就以擅闯之罪乱棍打死。你林立文像条丧家犬一样被家丁扔了出去。宁锦云，你竟敢折辱我，皇上又如何？我还是大昭一等的永定侯，我有千万种方法治你。他到底还是侯爷，等他没了这层身份，我就把他加注在我和孩子身上的恶全部都还回去。这个就交给为娘了。第二日，参见陛下，林立文并非我林家血脉，臣父老眼昏花，被蒙蔽多年，让此血统不纯之人承袭永定侯爵位，有辱侯府门楣，望陛下赐罪。什么？林立文不是先永定侯的血脉？老夫人示意太监将宋小娘拖到原业面前。原业见宋小娘两只手掌全是血污，这贱妇在入侯府为妾前已有婚约，林立文便是她和其未婚夫的血脉，望陛下明鉴。天了，这瓜也太大了！老夫人，你会说就多说一点。宫里好无聊呀，我都好久没吃过这么大的瓜了。宋小娘此时并未昏厥，只是在皇帝面前，她大气儿都不敢出，吓得浑身发抖。那就宣林立文。要是小神仙在就好了，这么大的瓜，他肯定也很想来看。谁在叫我？侯爷何事如此欢喜？我原以为陛下不会再见我了，可如今让元宝公公亲自来宣我觐见，微服很快就要重获圣恩了。尤静茹微微发愣，又转而为笑。那就恭喜侯爷了。等我见到陛下，定要将宁锦云做的那些事如数告知，让陛下治他一个不敬侯爵之罪，看他还怎么得意。江氏听闻林立文要进宫，也放下了心。看来以后的日子不会那么窘迫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给林立文生个儿子。等我生了儿子，他定会让我当侯夫人的。林立文意气风发地进了宫，一进勤政殿就看见了趴在地上的宋小娘，他顿感不妙，猛地下跪。陛下不要听信旁人的一面之词啊！昨夜被宁锦云气昏了头，我竟忘了找老夫人问他为何要带走宋小娘。如此看来，他定是猜到了宋小娘的身世。朕还什么都没说呢，林清真是厉害，上来就要做朕的主。微臣不敢。耶，瞧你这窝囊相，跟骁勇善战的林牧和林丽萍一点都不像。林清，你生母说你不是先永定侯的子嗣哦。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编乱造。微臣生母出身农户，怎么有胆子在有身孕的情况下嫁给先侯爷为妾呢？
他定是受了旁人的威胁。你才刚来，怎么就知道你生母方才跟我说了何事？你似乎一点都不意外呀。林立文全身紧绷，手心全是汗。我只是不该多嘴呀。是微臣生母曾跟微臣说过这段旧情，微臣猜到有心之人会以此做文章呢。实话告诉你吧，你生母一来就开始装死，至今都没有跟朕说一个字。林清，别太着急，你大可慢慢找借口，朕有的是时间。在这儿耽误的越久，皇叔就越晚抽查我的功课，我就能少挨一顿训了。林立文紧张的呼吸急促，他怎么也没想到年纪小小的陛下居然会诈他。宋师，你来说。宋小娘吓得魂不附体，直起身子猛地磕头。奸夫知错，奸夫知错，奸夫不该用肚子里的孩子冒充侯府子嗣，奸夫从未跟先侯爷行过夫妻之礼，不可能怀上他的孩子呀。先侯爷喝醉酒压根儿没碰我，我只好把手臂扎破，诓骗他对我负责。老夫人也没想到宋小娘竟胆大至此。虽说男人3妻4妾是常事，可丈夫把宋小娘带回府以后，她完全接受不了，同丈夫冷战好多年，就连丈夫最后一次出征，她也躲在佛堂没有相送。殊不知那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林立文几近疯魔，他说谎，人证物证皆无，简直就是空穴来风。我绝不允许自己拥有的一切就这么失去。我是林家子氏永定侯，我比林丽萍更优秀。陛下，臣父早在几日前就派人前往宋氏的老家，找来当年为宋氏诊出身孕的大夫，以及宋氏的亲生父亲，他们皆能证实宋氏在遇到先侯爷之前便已有了身孕。天哪天哪，越来越刺激了。传。太监将2位年迈的老人带了过来，大夫已年至骨膝，跪在地上不断擦着汗。是的，草民还记得，替宋氏诊出喜脉后，还替他开过安胎药呢。我本来想让他跟我学杀猪呢，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村那个蛮有钱的小白脸睡了一觉。后来那个什么侯经过，他又看上了人家，吐得满地都是，还要勾引那个侯爷。后来还真成功了。再后来就跟那个侯爷回了京城。胡说八道，肯定是你收了别人的钱。宋屠夫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惊奇道：你跟我女儿相好的那个小白脸长得还真像。陛下，微臣真是林家血脉，这些人与微臣一点关系都没有，定是收了赵氏的钱财来污蔑微臣呐。咦，你瞅你这德行，哪有林氏将门虎子半点风骨啊？那你既不服，那就把他们口中你的生父找来滴血验亲不就行了？我的生父，那个乞丐已被我打死了。要是陛下找人，这件事定会被翻出来的。说是他们找到乞丐的尸体，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禁军何在？林立文视死如归般大声喝道：微臣认了，微臣认了，微臣的确不是永定侯的子嗣，微臣不是林家人。性命比爵位更加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侯爷和丽萍将军皆已牺牲，永定侯一脉香火断绝，无人可袭爵。微臣幸得先侯爷教导多年，虽不是林家血脉，但也有责任继承香火呢。就让微臣以绵薄之力报答永定侯一脉吧。
你喝了我的绝死汤，还妄想为永定侯一脉延香火，蠢货！袁业也有些犯难。也是啊，林氏先祖是开国功臣，若是让这脉绝嗣，那我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呢？陛下不必忧心，臣父已经找到了能继承爵位的人选。何事人选？难道老夫人把先侯爷流落在外的血脉找了回来？这可如何是好？陛下，宁氏长子林大公子求见。林书义，宣！看到来人居然是林书义，他松了一口气。呵呵，一个残废过来有什么用？他身体上健全，坐在爵位上也受了不少冷嘲热讽，更别说林书义这个瘸腿的残障。我倒是好久没见这个儿子了，也不知这便宜儿子长什么样儿，又瘸腿又毁容，我就不信小皇帝会让他当永定侯。他的视线轻飘飘转移到林书义的双腿。他的腿好了？什么时候好的？林书义参见陛下。今早出门时，老夫人告诉他不必再装下去，是时候回到人前，并让他过2个时辰入宫面圣。袁业产生了和林立文同样的疑惑。你这是？臣的腿是圆圆治好的。是我。你让，吃瓜都不叫我，幸亏我自己醒来了。不好意思啊，我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枕头弄湿了。无妨。吃瓜都不叫我，幸亏我自己醒来了。臣的腿是圆圆治好的。是我。一派胡言！殿内突然一声暴喝，吓得袁家俩兄妹眼睛都看直了。林书义的腿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圆圆一个3岁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治好？言辞激烈到口水狂喷。你治好腿为何隐瞒不报？你这是欺君之罪！你竟把我这个亲生父亲都蒙在鼓里！你逆子！朕还没说话呢，林清就给批上欺君了。朕这把龙椅要不要让给你坐呢？臣到底你是皇帝还是朕是皇帝？林立文连忙趴地请罪。就是我治好的，怎么啦？我就比太医厉害了那么一丢丢，你怎么那么生气呀？自己的孩子治好了，你就那么难受吗？你放！这圆圆如今是摄政王的女儿，皇帝的亲堂妹。微臣自然高兴。只是林书义同永定侯府并无血缘关系，更何况他已毁容，身体亦有残缺，这岂能袭爵啊？你凭什么以为我能治好大哥哥的腿，就治不好大哥哥的脸呢？大哥哥，你赶紧把面具摘了，闪下大乌龟的眼睛。林书义有些无奈地看着圆圆摘下了面具，她的容貌更像宁锦云，面部线条柔和，五官精致而不张扬。就算他没有残缺，他也已经不是侯府的子孙，没资格袭爵。林书义是老身的亲外孙。老夫人这话说出来，连装死的宋小娘也下意识撑起了腰身，神情诧异。老夫人，你是糊涂了不成？林书义的生母宁氏是上古出身的庶民，林书义怎么就成了你的外孙呢？你为了夺走我的爵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陛下，老身曾在30多年前丢失过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老身的前儿媳，如今的皇上宁锦云。这真是反转再反转呢，画本都没这么刺激啊！
怪不得听皇叔说林书义有先祖之风，原来是外孙向外祖父呀！这怎么可能呢？震惊之下，林立文连礼仪也不顾了。你是骗我的吧？啊！宁锦云怎么可能会是30多年前丢失的林月阳呢？你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忽然就找到了呢？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诓我的？陛下，老身已亲自证实，此番若有虚言，必遭天打雷劈。朕知道永定侯老夫人向来言而有信，可是这件事情也太巧合了吧？宁夫人就是先侯爷念了几十年的小女儿，找到女儿就是先侯爷的遗愿。林家父子为国捐躯，那朕自然要为功臣达成心愿，让宁夫人认祖归宗，褫夺林立文永定侯爵位，准宁氏及其2子入永定侯族谱。至于爵位嘛，大诏律法有规定，若无嫡亲子嗣可继承爵位，可从直系血亲中择人。林书义虽然年轻，但是可以让他立功有建树啊！看谁还敢说3道4。我可真是个大聪明。他随意指了指林立文，剥去他的侯爵符志，赶出宫。不，陛下！在林立文绝望的吼叫中，御前侍卫无情地把他拖了出去。宋氏赐死，老夫人先去偏殿等候，朕有事要同林书义说。老夫人略微迟疑，被圆圆拉着去了偏殿。等他们走后，圆圆面色肃穆地告诉林书义，罗修部袭击了边城的百姓，边城守城将领不敌，你可愿出征讨伐罗修军队？罗修部是边关草原发迹的小部落，擅长骑射。元业的高祖父御驾亲征，拿下了罗修部，并入大昭国土，100年来一直相安无事。只是这一代的罗修王爷狼子野心，不甘心屈服在大昭统治之下，一直暗自训练军队，准备伺机而攻。皇叔才刚回来，可不能太过劳累，让林书义去正好合适，让文武百官见识见识林书义领军打仗的本事有多大。等此战大捷，再让他承袭永定侯爵位。臣定不辱命。林立文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御前侍卫扔了出来，狼狈不堪，又听见围观百姓的嘲讽。哎呦，听说这永定侯呢，不是先侯爷亲生的，是他姨娘嫁作人妇前跟情郎勾搭，助他暗结生出来的。真没想到他娶的那商女才是侯府千金，之前还看不上人家跟长嫂偷情，现在如今风水轮流转，是他配不上人家喽。这就是自作自受，造孽自有天收呐！我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先侯爷怎么可能是他的老汉？哎呀，尊贵的侯爷沦为庶民，落差那么大，还不如死了算了。教他合理，肠子都会清了吧？林立文被百姓们指责得无地自容，他的存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老天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不对，我并非一无所有，我还有妻子和儿子。我与宁锦云16年夫妻情深，宁锦云看我这么惨，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还有我的2个儿子，舒逸、舒燕如今这么优秀，都要归功于我林立文呐。他要去找宁锦云，跟他道歉，求他原谅。他跌跌撞撞地朝着永定侯府方向走去，差不多走到门口时，颈后突然传来一阵剧痛，2眼一翻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他被牢牢捆在柱子上，无法挣脱。房间窗户紧闭，只靠一盏烛火照明。你是谁？锦云，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嘿嘿，我想清楚了，我最爱的女人还是你，我跟尤氏和姜氏，就是玩玩而已。和你和离这段时间，我很痛苦，也很想你，都是我的错，咱们和好可以吗？林立文试图用力挣扎，绳子绑得太紧，动弹不得，累得他满头大汗。
芸娘，你先把我放开，我好好跟你道歉。他从未在宁景云眼里看到过这种淡漠的眼神。芸娘，你还在生气，可我已经受到惩罚，两手空空下场足够惨了。你放我回去，我休了姜氏，从此以后只专注于你，行吗？吴嬷嬷给舒颜下寒食伞，是你指使的吧？就连董佩玉放的那把导致舒逸残废的火，也是你在背后推动的吧？林露，你不是失踪了吗？自我被宁景云赶出侯府后，他就趁乱跑路了，现在怎么又出现在了京城？林管家挺机灵的，短短几个月跑遍了整个大昭，若不是圆圆做主把苍林16位借给我，我还找不到他呢。我也不知道林管家为什么要逃，或许他做了什么亏心事吧，你直接杀了就行。着什么急啊？我还没问你们什么关系呢。宁氏抽出一把匕首，害舒逸受伤的那次火灾跟你们有没有关系？见他迟疑，宁氏将匕首捅在了他的肩胛骨，说不说？我说，是侯爷要奴才收买董姑娘身边的丫鬟，教唆她把自己困在火场里，大声喊公子来救。董姑娘逃走以后，大公子本是有机会逃出来的，但是侯爷指使奴才又往里边倒了一大桶火油，要把公子困死在里边。大公子受伤，侯爷假意答应您去找太医，实则在城外道观陪姜氏赏花作画。侯爷暗自下令不准侯府的仆从去找大夫，等侯爷以为大公子生生被伤口折磨死了，才回的府。宁氏死死盯着林丽文，再次抽出匕首刺入林管家的胸口。林丽文猛地倒抽一口气，整个人开始颤抖。芸娘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好你个林丽文！芸娘，你冷静点儿。林管家是在污蔑我，舒逸是我的亲生儿子，虎毒尚且不食子，我怎可能害他？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疯婆子镇静下来？她应该不会伤害我吧？我可是她的丈夫啊！这淬了剧毒砒霜的金簪，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他是怎么知道金簪里面掺了毒的？虽然已经没毒了，但你应该不会忘记吧？要不是遇到了圆圆，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圆圆，原来是圆圆救了宁景云，怪不得那回宁景云跟个没事人一样回府。对，就是从那日起我开始倒霉的，直到今日失去所有。没有，我没有淬毒，这簪子是我辛苦做好送给你的，定是别人想离间你我啊！他脑海里不断搜索着替死鬼，肯定是尤静茹。尤静茹爱慕纠缠我，她又是你的表妹，可以近你的身，替换掉一只金簪不在话下。我怎么可能害你呢，芸娘？你这扯谎的能力真叫人叹为观止。你既看到苍林16位，就该猜到我早已把你们所有的罪状呈给了陛下。陛下本要判你死罪，是我帮你求的情，恳请陛下由我自行处置，好留你一条性命。宁氏实在不甘心，儿子因他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林丽文凭什么那么轻松的就去死？芸娘，你放过我吧，求你了。别怕，我现在还不想让你死呢。你若是太快死掉，那也太便宜你了。对不起，我错了，我蠢，我不是人呐，我给你磕头都行，你放过我啊！我与你夫妻16年，你忍心这么折磨我吗？那你就忍心折磨你的儿子吗？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熟悉吗？这是你授意吴嬷嬷往舒颜饭菜里下的寒食伞。林丽文，你真行啊！舒颜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让一个10岁的孩子染上寒食伞的瘾，让他余生只能靠寒食伞活着。那我能有什么办法？舒颜是我最优秀的孩子，我不忍心直接杀他，只是离不开寒食伞，又不会丢掉性命，大可一辈子供给他寒食伞啊！那就让你亲自尝尝
这寒食散上瘾是什么滋味？粉末倒灌进林丽文的喉咙，堵得她近乎窒息，还不够她解恨。宁景云拿出那只金簪，往上面倒了砒霜，就直接扎进了林丽文的手臂。够了吗？能放我走了吗？还没完呢！宁景云这句话点燃了林丽文的怒火。你不得好死，毒妇！我是你男人，你凭什么折磨我？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贱人！我忍你那么久，只是暗中给你下毒，我已经够仁慈了。宁景云没有理会他的污言秽语，提了一桶火油浇在林丽文身边，冷漠地吹燃火折子，扔进火油。你要干什么？我错了！救命啊！火势如海水般凶猛，滚滚烈焰瞬间吞没了林丽文，温度大到快要将它融化。火势蔓延的差不多了，吩咐人救火吧。是，夫人。把林丽文送去医馆，让最好的大夫替她诊治。知下明白。还剩一口气，留给你了。我错怪他了。他出征前，我都不曾送他。女儿走失，妻子误解，他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呀。这要怪，只能怪老天爷不长眼。您当时并不知情啊。这么晚了还有人说我坏话，让我看看是谁又去我了。老侯爷泉下有知，必不会怪您的。他要真是泉下有知，该多好啊！咦，先侯爷戎马一生，报国安民，他才不会去泉下。让我看看哦。哪儿去了呢？终于在一棵老树下找到了那个孤零零的影子。原来你在这儿啊！你怎么没去当城隍呢？我跟你说，当城隍有好多好多的贡品可以吃哦，有烧鸡、猪蹄，还有烤鸭，还有我尘缘未了，执念深重，不得脱身呐。圆圆晃晃头上的小蘑菇，老夫人和春和很快沉沉睡去。他又将那团影子放入了老夫人的梦里。青儿，木哥，真的是你吗？木哥，我错怪你了，是宋翠珠设计诓骗了你，林丽文不是侯府子嗣，我错怪你了。对了，还有咱们的女儿岳阳找到了，她就是当年救了你的景云，她以儿媳的名义同咱们一起生活了10几年呢。上天垂怜呐！还有圣上已经褫夺了林丽文永定侯的爵位，待咱们的亲孙儿舒义凯旋，他就是新的永定侯。你在天有灵，定要保佑他平安归来呀。舒义本就是将星命，青儿大可放心。这枚红玉是我西征得来的，他在如我在，愿他保佑我的青儿万事顺遂，平安喜乐。好啦，我要走了。木哥。好啦，我要走了。木哥。你记得要对圆圆好呢。我明白，他可是咱侯府的贵人呐。木哥。圆圆看着睡梦中的老夫人，嘴角含笑，眼角带泪，满意的笑了。好啦，这下你们没有遗憾了吧？先侯爷也可以安心做你的城隍去溜。
好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误会啊！不过有也没关系，反正有我呢。第二天早晨，老夫人醒来，细细回味昨日的梦。陈和，我昨日里梦见，哎，这是什么？原来那不是梦啊！牧哥，圆圆。林丽文的伤势太过严重，她被烧焦的身体无法动弹，只能转动眼珠，向站在床边冷冷望着她的尤静茹求救。侯爷，夫君这是在跟妾身说话吗？那原本是嘴唇的地方微不可察地动了动，只能靠舌头辅助发声。尤静茹缓缓蹲下身，扶耳过去。让我死！妾身明白。大夫，您一定要帮我救救夫君呐！您甭管用什么法子都成，只要让他活着。我一定会保住他的性命，夫人放心。不是，我想死呢！林丽文想要高声抗议，可她的嘴唇只稍微动了动，就疼得不能自已。求求你们，给我个痛快吧！绝望已经不足以形容她此时的心境。对于如今的她而言，死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这是报应吗？书一烧伤后，等待治疗的那2个时辰，是不是也同我一样这么难熬？我后悔了，我知错了，老天呐，给我一个了断吧！大夫，我夫君还中了少量的砒霜，你能不能把这毒给逼出来？大夫为难地看了眼林丽文，恐怕不好办呐。昔日神医华佗为关将军刮骨疗毒，大夫大可效仿华佗，为我夫君刮骨疗毒。什么？我都这样了，还要刮骨疗毒？啊，刮！多少银子我都可以出，只要保住他一条命，求您了，大夫。您夫妻2人真是伉俪情深呐！就冲你们这份夫妻情谊，我也会倾尽毕生所学医好他的，此乃我身为医者的分内之事。真是太感谢您了，大夫。我丈夫要是有什么，我也会活不下去的。夫人放心，林郎，我不会让你死的。咱们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在一起才几个月呢，你可不能那么快死。我还要你陪我到头发花白的时候呢。感受着林丽文气若游丝的呼吸，尤静茹像得到了宝贝那般心满意足。唉，真是可惜啊！要是我的孩子有你这般命运就好了。等我要死的时候呀，我就让你解脱，然后咱们一起去找那个可怜的孩儿，一家3口一直在一起。毒妇，毒妇！林丽文在心里把尤静茹千刀万剐。我就说为什么要那么积极的帮我掩埋父亲的尸身，原是在这里等我呢，生怕我坐牢，对吧？我哪儿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这样对我？下地狱啊！啊！地狱？哼，我会下地狱的，而且放心，我一定会带上你。老天呐，给我一个了断吧！想得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娘亲，娘亲！月光如水，倾洒在庭院之中。宁氏闭眼，面前的酒壶已空了大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可谓翻天覆地，似告别也似重生。圆圆的圆圆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进来，一头扎进宁氏怀里。
圆圆，娘亲，我跟你说，爹爹给我找了最好的糖葫芦师傅，他做的糖葫芦可好吃了。娘亲，你尝尝，圆圆一口都没舍得吃呢。就是过来的路上，实在忍不住，就舔了3小4小口。好，谢谢圆圆。宁氏微笑着咬下一粒，眼里泛着泪花。娘亲，甜不甜呐？是吧？娘亲以后的日子都要甜甜的。哎，谢谢圆圆。这里是私宅，你们把陌生病人抬进来作甚？他嫌弃地掩住鼻子，一股子恶心的皮肉烧焦的味道，真是晦气。姐姐，这可不是陌生病人，这是咱们的夫君呢。不要乱开玩笑。我可没有乱说。夫君被圣上褫夺了爵位，成了一无所有的庶民，一时间想不开，自焚了。幸好我去得及时，将他救下。但是夫君一辈子只能靠咱们姐俩伺候了。那大夫说，我们要日日替夫君用药水清洗皮肤，保持皮肤干净。隔一段时间就要换细布，还要用冰块缓解他的痛苦。姐姐，姜氏只感觉彻体冰寒，他愣愣望着担架上的人，那焦炭似的脸庞哪里还有昔日的样子？或者说，那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人了。我才说了一点儿呢。诸位辛苦了，这是赏钱，你们可以走了。姐姐，你不想照顾夫君呢？你不是宁愿与父母亲人断绝关系，也要跟夫君在一起吗？不会这个时候想抛弃夫君吧？姐姐，你可是品行高洁的太师嫡女，忠贞不二，肯定不会把重伤的丈夫就这样抛弃的吧？杀了他！你说什么？我没听见。我说杀了他！杀了他！你说什么？我没听见。我说杀了他！他都已经变成这种样子了，跟死了有什么分别？他这个样子折磨的不只是他，还有我。了断了他不行吗？为什么圣上要褫夺永定侯爵位？若是爵位还在，大可祈求陛下赏赐专人照料。可如今陛下岂肯理会？夫君不是先侯爷的血脉，是宋小娘跟秦郎婚前私通怀上的，那自然没有资格继承爵位喽。怎么样，姐姐，精不精彩，刺不刺激？怨不得他会跟长嫂偷欢，原是他的生父生母做了榜样呢。尤静茹的话就像一道道惊雷，将他一次次劈开。你是说我辜负了本是侯府世子的丈夫，忍受骂名和冷眼，甚至同女儿断绝来往，就是为了这个不是侯府血脉的孽种吗？那我做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除了满脸的皱纹跟花柳病，他什么都没得到。他茫然地抹了把眼泪，笑得绝望又凄凉。咦，你这是疯了吗？又哭又笑的。你上哪儿去啊？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方向应该是林丽萍将军的衣冠冢吧。我过得不好，你走后我过得一点都不好。林丽文他骗我，他说他只爱我一个人，我信了。我怎么就那么天真，相信他的话呀？我跟着他什么福都没想到，反而要跟丫鬟一样当牛做马伺候他们。丽萍，你说你会让我幸福的，可你在天之灵为什么不保佑我？
我现在还要给他换药，要守着那个烧伤病人过一辈子。你看我过得这般惨，你应当也很难过吧？一道刺劈向大地，僵尸抖了3抖，缩在墓碑后面，幻想着丽萍，你也在为我伤心是吗？你最心疼我了，就算所有人都不理解我，你也会坚定地站在我这边的，对不对？若有来生，我绝对不会同你再分开。次日醒来时，脑袋昏昏沉沉，看不清东西。昨夜的那场大雨在今天早晨才停下，街上全是赶集的百姓。他身上怎么长了那么多脓疮呢？哎呦，全都是脓疮呀！这是怎么了？咦，是咋死人了？这是生了什么病啊？还能是什么？就是那个脏病啊！脏病啊！百姓们瞬间退后3步。嘿，这不是林立文的小妾姜氏吗？嘿，这曾经可是尊贵无比的太师嫡女，这玩的可真花。就算是丈夫成了庶民，她也不该自甘堕落啊！这也太……姜氏真是风韵犹存呐，可惜被人玩烂了。丽萍将军怎么就娶了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呢？额头滚烫的姜氏听不清他们口中的指点，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他。额头滚烫的姜氏听不清他们口中的指点，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他。尤姨娘，我听说江姨娘染病昏倒在外面了，全身都是脓疮。全身都是脓疮，该不会是……听说是花柳病？花柳病吧？啊！唉，真是太晦气了。你说这姜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能染上脏病呢？难不成他夜夜背着我们去青楼接活呢？啊，原来江姨娘是这种人啊！不行，我得赶紧去洗个澡才行。那还把江姨娘接回来吗？接呀，说到底那也是老爷的妾室。咱院里不是还有间牛棚吗？收拾出来，让江姨娘住在里头自生自灭吧。哎，是。哎呀，琳琅，你听见了吗？你爱了一辈子的人，他脏了。你的人淡如菊，你的清风霁月，你的名门闺秀，他现在是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东西。林立文被剧痛折磨得神志不清，在听说姜氏染了花柳病之后，只有一个念头：岂有此理！杀了他！杀了他！伤风败俗，水性杨花，嫁给我了还在外边乱搞，杀了他！杀了他！我的面子还往哪放啊？什么面子？哼，老爷您多虑了，您这脸上的皮肉尽失，哪来的面子呀？不必担心。林立文猜得不错，不过短短半日，京城大部分人就知道了姜氏得花柳病的事，包括林疏影。这种事以后不必告诉我，我不想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他过得怎样都与我没有关系。什么是脏病啊？你听错了，只是得了风寒，多吃些素菜，不要总是吃肉。圆圆说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她说的对。只吃肉对身体可不好呢。我做点素排骨，咱们一块儿去云路书院给他带去吧。好。子曰：逝者如斯夫。这个子就是孔子的意思。他为什么要叫孔子啊？那他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叫洞子啊？这倒是不曾听说。上次你还说了一个爱做梦的孟子。罪过，我可没说过孟子喜欢做梦啊。他们怎么都叫子？那他们两个是兄弟吗？啊？夫子，你说孟子还有孔子谁最厉害呀？这个其实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那你说
子涵姐姐和淑英姐姐谁好呀？那当然是淑，你小孩子别瞎打听。圆圆，哇，好香啊！淑英姐姐、瑶瑶姐姐，你们终于来救我了。承熙父子沙漏都已经漏完了，我可以下学吃饭了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明天算术课要讲鸡兔同笼，你记得提前准备一下。啊！手里的素排骨瞬间不香了。我最怕算术课了，淑英姐姐救我！林淑颖莞尔一笑：“你呀，是该学点算术了。上次在朱雀大街上，摄政王的洗脚盆，你才换了一串糖葫芦。就是，我觉得起码能换3串。淑英姐姐不帮我，瑶瑶姐姐也不帮我，哼！”圆圆怎么了？摄政王很少见圆圆这副沮丧的模样，有点担心。爹爹，那天你不是说圆圆可以不上学的吗？但是我听说你在承熙夫子的课堂上挺活跃呀，上得不开心吗？可明天要上算术了，圆圆最不喜欢学算术了。为什么呢？算术太难了。有多难？说给爹爹听听。你看啊，有这么大一个水缸，一边往进倒水，一边又漏水。问什么时候能把水缸装满？那他倒水之前就不能把水缸先补好吗？早干嘛的呀？也不知道都是谁想出来这么奇怪的题。哼！呵呵，那爹爹明天帮你，陪你一起去，再把你堂兄带过来，给你垫底，可好？那好吧。对了，承熙夫子还说明天讲课的时候你要准备小鸡还有兔子。哦。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血糖，夫子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呼隆一声血糖炸飞了。第2日，云路书院。什么情况啊？摄政王都来了，皇帝都来听我讲课了，我这一觉睡起来成帝师了，怎么办？好紧张，怎样才能装出经常给皇帝讲课的样子啊？等等，门口这鸡跟兔子是……承熙夫子，不是你让我准备的吗？圆圆，明天要上鸡兔同笼，你回去准备一下。我说的准备是让你提前预习一下。那行，带了就带了吧。那个今天咱们就学鸡兔同笼。说鸡跟兔子头共35，足共94，那么鸡兔各几只？那这道题呢，我们要先注意几个问题。这个第一嘛，李承熙滔滔不绝地讲，小皇帝在岸上奋笔疾书，转而看圆圆时，座位却空空荡荡。圆圆呢？你们都听好了哦，你们先把脑袋抬起来，让我数一下，1、2、3、4、5，怎么不对呀？那这样你们再把脚抬起来。小天道这是找咱们做什么呀？不知道呀，可能是想看金鸡独立吧。我看其他鸡都抬得右脚，可我右脚上有鸡屎，怎么办呢？我撑不住了。那个，你这腿怎么放下来了？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也，哎呦！鸡跟兔子趴了一地，留下圆圆在风中凌乱。这时，赵子涵和林淑颖走了过来。圆圆，你这是要请大家吃炸鸡吗？他好像还想吃烤兔子。你们2个馋虫猜得一点都不对，我在算数。算数？鸡兔同笼啊，这个简单啊。简单？一点都不简单。
对。圆圆真棒。很快，圆圆和圆叶把算好的题呈给李承熙。不错不错，陛下与圆圆姑娘果然是聪慧过人。好了，漂亮话就不用说了，我们可以下学了吗？可以，当然可以。那我们就下学。好哎，小神仙，你上次说的那个酱猪蹄到底在哪儿啊？可以带我去吗？好啊，就是在……陛下，您今日的奏折批完了吗？好吧。圆叶被摄政王抓回宫里批折子。小皇帝好可怜呀！要不给他买一个酱猪蹄吧？蹦蹦跳跳的跑向了柳记猪蹄儿。而在朱雀大街的另一头，没银子就别住店，赶紧滚！你这人咋这样呢？我说了会补上的。什么档次？没银子还想住店？来人，把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给我扔出去！不让住就不让住，有什么大不了的？赵从阳自被柴大力赶出来后，拿着他给的钱住了客栈，几日就花没了，被客栈老板赶了出来。那不是袁以恒的堂妹吗？终于买到了，真香啊！喂，圆，我怎么听到了赵从阳的声音呢？圆呀，又听见了，我一定是饿坏了，都出现幻觉了，赶紧让我吃2口肉肉压压惊。什么幻觉呀？就是我，你是袁以恒的堂妹，他肯定会出来见你。你手里这个是肉吗？好香啊！圆圆赶紧把酱猪蹄藏在身后。你找我哥哥做什么？找他借猪啊！没看见我现在落魄了吗？那东街那边正在招搬石头的工人，还有那个酒店正在招伙计，这些都可以赚钱呢。我哪能干这种事儿？我是姑娘家，干活都是男人，哪有姑娘家弄这个的？啊，你是姑娘家呀？你一直都说你特别讨厌姑娘家，我都还以为你是一个小伙子呢。我不跟你扯嘴皮子功夫，快带我去找袁以恒。那你不愿意工作，所以是想在我哥哥那里一直住下去吗？不行吗？我是他兄弟，照顾兄弟这不应该的吗？住在同一屋檐下，日久生情，不也是应该的吗？将来我当了靖王世子妃，就让赵国公府的人后悔去吧。看来这个哥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那好吧，我带你去啊，你可不要后悔哦。圆圆如他所愿，带他去了骁骑营休整的军营。世子哥哥，就是这个赵哥哥，非要我带他来找你。赵从阳并不喜欢圆圆喊他哥哥，但在袁以恒面前还是忍住了。这几天累死我了，你一定得收留我，不收留我，你不是我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别让我再看见你。谁给你的胆子，敢强迫我妹妹？不是啊，我哪儿逼他了？你妹妹就是我妹妹啊，我怎么可能欺负她？还不是因为你不肯见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过兄弟？没有，你很喜欢自作多情。他不想当着圆圆的面发火，但退让只会让他变本加厉。事不过三，你既喜欢做男儿，我也用不着对你手下留情。怎么了？干什么？来人，把他给我绑到箭靶上去。喂，袁以恒，你没事吧？我是你兄弟，开个玩笑都不行啊！哎！将士将赵从阳牢牢绑在箭靶上。世子，绑好了。好，圆圆，还记得这位赵公子自称过我几声爹吗？圆圆掰着指头认真的数：1声爹爹，2声爹爹，3声，4声，5声啊，6声。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好多声呢。那就自称1声射1箭，不记的话，就把箭筒里的箭全部射完，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哎，别，哪有你们这样折磨一个姑娘的？实在太过分了，这有必要吗？我虽然性子洒脱了些，但我说到底还是女子，你们这样对我，就不怕被人耻笑吗？世子哥哥，
子涵姐姐告诉我说，这种一会儿是男孩子，一会儿是女孩子的，就叫人妖。你千万要离人妖远一点哦。赵重阳听见赵子涵的名字就炸了，又是赵子涵，他这人阴险狡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哄骗我家人把我赶走。袁一恒，你不会真对他有意思吧？圆，我劝你离赵子涵远点，他这人对女子恶意很大，总想跟人争高低，你们最好信我的啊！还差19只，再造谣，下一箭射中的就是你的喉管。赵重阳满头大汗，绑在箭靶上的双手发起了抖，大气儿也不敢出。袁一恒，你居然来真的！我以后不会在你面前口不择言了。我只想着我们是好兄弟，没必要讲究那些个表面功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以后不说了，好吧？我错了，放我下来吧，我已经好几日没吃顿饱饭了。袁一恒很清楚，他的承诺就跟放屁一样。圆圆，要不要试试射箭？圆圆，要不要试试射箭？啊，我吗？你父亲可是百战百胜的摄政王，你就不想试试射箭的滋味？啊，说的是啊，那我就用这个吗？赵重阳顿时汗毛竖起，我错了，别杀我！你怕什么呀？我又不射你的脑袋，我只是射你后面的那个靶子。虽然今天是我第一次射箭，但是我可以用我的饭量保证，肯定，应该就还挺准的吧。赵重阳精神紧绷，死死盯着圆圆的箭头。别顽皮了，我来教你。他调整好圆圆的姿势，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现在凝视你的目标。圆圆立即挤出一个犀利的眼神，凝视赵重阳耳侧。袁以恒带着圆圆的手一拉，箭势划破疾风射出去，贴着赵重阳的耳朵，命中箭靶。赵重阳两眼一翻，脑袋垂了下去。我好棒呀！我第一次射箭就这么成功。不错，皇叔后继有人了。咱们小圆圆天生神力，将来就是我们大招的巾帼英雄。我觉得我还是更想当一个女伙夫。世子，赵姑娘晕了怎么办？用水把她浇醒，她应该是还没有吃够教训吧，才2支箭就晕了。不用，圆圆有办法能让她不要再打扰世子哥哥。哦，是吗？圆圆摩拳擦掌。你们先全部都让开，给圆圆大夫腾个地方，我可是要大展拳脚了哟！呼呼哈嘿！赵重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该死的袁一恒！才出声他就突然闭上了嘴，无比震惊地瞪圆眼睛。我应该是听错了吧？谁在屋里？为什么我的声音变得如此粗犷沙哑，像个男人一样？他继续尝试发声，声音还是如方才那般低沉粗糙。这是怎么回事？是喉结？女子哪来的喉结？我怎么可能有喉结呢？对，一定是梦。透过水中的倒影，迫切地观察自己如今的长相。倒影中的他没有精致突出的五官，本来就粗的眉毛更粗更黑了，鼻子上冒出了许多毛孔，皮肤变得粗糙黝黑，下巴还长出了稀稀拉拉的胡子，喉结随着他吞咽的动作上下来回滚动，他赫然变成了一个男人。开什么玩笑？我肯定还在梦里，快醒过来啊！直到脸打肿了，他顶着剧痛去找湖水，出现的还是那个貌不惊人的男人。赵重阳想也不想，一头扎进了水里，快要窒息时抬起头，依旧是男人的长相。天哪，我一觉醒来居然变成了一个男人，这怎么可能呢？小小鱼儿飞呀飞在蓝天里，小鸟儿游在大海里，公鸡会生蛋，母鸡我啼，事情全颠倒，哈哈，你说多可笑。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女子，还希望自己像男孩子一样吗？那我实现你的心愿，把你变成男孩子了，你不要太感动哟。我是女人，快把我变回去！啊，你不是最看不起女子了吗？变回去干嘛呀？现在你还可以上战场报效国家呢，你是不是很激动很开心呢？赵重阳恨得双眼通红，向圆圆扑去，圆圆轻松躲了过去。然后你不能再骚扰我世子哥哥了哟，不然的话你可就是花婶婶说的那种断袖了哟。哦，对了，我听哥哥们说军营在为讨伐罗修部而征兵呢，你的年龄刚刚好，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直接帮你走后门，让你去上战场哟。可我是个女孩子呀。你现在是男孩子。我不想上战场啊。你最想上战场了。可是我害怕呀。你最有抱负了。赵重阳的确想征战沙场，那是因为很多士兵都是男的，他若是入伍，必是众星捧月，轻轻松松就能获得许多人的目光，让他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感。这样大招所有的女人都会因此羡慕嫉妒他。我只是享受作为唯一女子被追捧的感觉，我不是想真的变成男人。他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又不像林淑颖长那么漂亮，走哪儿都是焦点，我就剑走偏锋，去男人堆里找存在感，这错了吗？我只是想体会一下被重视的滋味啊！把我变回来，把我变回来！不要。小小鱼儿飞啊飞在蓝天里，小鸟儿游啊游在大海里，公鸡会生蛋，母鸡我啼，事情全颠倒，哈哈，你说多可笑。袁以恒，你要帮我做主啊！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柔柔哭泣着撒娇，这个场面对袁以恒来说无疑是炸裂的。咦，来人，把这个擅闯军营的外人赶出去！我不是外人，我是赵重阳啊，赵国公府的大姑娘赵重阳。没人在乎他到底是谁，赵重阳就这样无情地被赶出了军营。赵重阳无处可去，跟只孤魂野鬼般随意流浪。母亲，我知道错了，你带我回去吧。我不认识你啊！我是重阳，我是你的女儿重阳啊！哪来的疯子？你是男人！我是女子，是我突然就变成了男的，我真的是赵重阳。他泪眼婆娑地向大房夫人求助。我以后听你的话，你带我回去好不好？我知道错了。这位公子，我的确是有一个女儿，但我也真的不认识你，你还是快些离开吧，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呀。我真的是赵重阳，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啊？我赵重阳抓狂了，他没想到有一天连证明自己的身份也做不到了。我有今天跟你也脱不了关系，我不会放过你的。说着就扑向赵以松。来人，来人！把这个陌生男子赶紧带走啊！以松，你怎么样呢？赵以松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但他性子直率，说话随和，他很喜欢这个姑娘。母女情深的一幕映入赵重阳的眼帘，他羡慕嫉妒又难过。赵以松如今所拥有的原本是他的，他有把他捧在手心疼爱的家人，他并非没有存在感，可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特别的，也从来没有珍惜过，直到失去才知道有多可贵。他还真的去入伍了呀。圆圆看着参军名单上赵重阳的名字，说起来我还真有点羡慕他呢，我一直都想当女伙夫呢，但是最近就感觉好像遇到了那个瓶颈期，就是做出来的蛋挞跟脏脏包一点都不好吃，但是赵重阳什么都没做，就biu的一下
就当上伙夫了。唉，他可真是幸运呐！圆圆由衷的羡慕。他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走2步就倒，漫无目的的不知走了多久，乱入了一支不知名的队伍。喂，你要不想报名，就让给后头的人。我这是到哪儿了？征兵入伍啊，还能事了？入伍能给饭吃吗？他现在只想填饱肚子。等你合格了，想吃多少吃多少。那我报名。赵从阳看着高大威猛，实则体弱多病，都尉派他去当了伙夫兵，负责给进府做饭。春闱到了，圆圆一大早就来侯府为李承熙和林淑妍加油打气。哇，好香啊！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过来呀？还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其实我也没有很饿啦。圆圆小姐来啦！二公子春闱在即，我们正在准备拜文昌帝的贡品呢。啊，不是给我的呀。圆圆小姐，您用过早饭了吗？我吃了呀，我吃的可好了呢。我现在一点也不饿，就是你们摆的这些，其实我在家里经常吃，我一点都不馋。大早上的，谁能吃下那么油腻的东西呢？我就不想吃，那个烧鹅，那个是烧鹅吧？知孝莞尔一笑，吩咐厨房为圆圆再做一份。承熙夫子好，舒颜哥哥好，你们2个放心烤，圆圆帮你们找关系。不用，多谢圆圆了，摄政王一生清廉，承熙兄不必担心。他说的找关系是文昌帝啊。那好吧，那就多谢圆圆亲自帮我们拜文昌帝啦。唉，怎么都不相信我呢？哼！文昌爷爷，文昌爷爷，小天到来了。哇，你这里的好吃的可真多呢。春闱在即，历来如此。就是那边那个烧鹅，那个是我们家的，我自己都没吃呢。文昌帝早就脱离了凡俗之念。小天道请自便。那都是大家给你的，那多不好意思啊。那我光吃我们家的烧鹅，那个烤鱼，这个猪蹄烤得多香啊。我就不吃了吧。你吃吧。那我就吃一点点啊。我都已经很饱了。这个烧鸡呢？不知道过了多久，圆圆才打着饱嗝回到了凡间。第2天大昭城内，凡有学子春闱的家家户户，这个烧鹅怎么什么味儿都闻不到了？嘿，老头子快过来，给文昌帝的贡品居然闻不到味道了。听说神仙用了贡品，贡品就会失去味道，这是文昌帝显灵了呀。文昌帝保佑我儿高中呢。圆圆一直睡到日上3竿才起。吃饱喝足，就是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算了吧，不想了。文昌帝和蔼的一笑，小天道此番上界所谓何事，其实他早已了然。为天下学子10年寒窗，为凡间朝政天朗气清，他自知如何决断。放榜了！同名，会员李承熙是会员。我家二少爷，那是我家二少爷林淑妍。哎呀，恭喜呐！春闱放榜当日，李承熙名字居榜首，是为会员。林淑妍也在榜中，成为大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贡士，当之无愧的天才。团团哥哥真厉害，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去参加殿试啦。圆圆，你可不可以
帮团团哥哥一个忙。好啊，团团哥哥，你说吧。你就跟陛下说，不能参加本次殿试。啊，为什么呀？团团哥哥不想当状元吗？都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自从我认识了圆圆，认识了李承熙，我渐渐觉得，其实更深奥的知识还在书本之外。这些年我幽闭在家，错过了太多。百姓需要的不应该是纸上谈兵的人，我应该多去学学书本之外的知识，读读无字之书，才能更好地报效朝廷。那你要学习多久呢？3年。3年之后，团团哥哥一定不会让圆圆失望的。那好吧。圆圆进宫找到圆叶后，却看他愁眉苦脸。你怎么啦？许多百姓今早聚集在礼部门前抗议，大喊李承熙舞弊。这简直就是子虚乌有。百姓们的说法是，李承熙是从偏远州县出来的考生，怎么可能打败国子监和京城众书院中才学渊博的夫子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夺得会员呢？所以觉得他肯定是舞弊，一个个的喊着要为寒窗苦读的考生鸣不平呢，还说礼部尚书作为春闱监考官，肯定已跟李承熙串通一气。礼部尚书又不是傻的，今年参加科举的有那个什么侯的孙子，还有那个什么公的那个亲戚，人家不包庇那些权贵，干嘛要帮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人舞弊呢？科举算是大招相对公平的，可以帮助寒门学子跨越阶级的途径了。自从安国公的儿子王导贿赂主考官夺得亚元后，科举开始前半月和结束后半月那段时间戒备更森严了，督察院会对各位监考官严加看管。具体到往常的书信往来、账本以及考官的人际关系，根本不可能发生私相授受后助考生舞弊事件。承熙先生那么穷，连顿鸡腿都没请过我吃，哪里来的钱贿赂礼部尚书呢？外面传言说李承熙住在宁府，肯定是宁夫人出的银子，还说就因为李承熙入学云路书院，所以宁夫人要靠他的名气发展生源。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在传播这些风言风语。秋闱时无人质疑李承熙是解元，春闱结束后怎么可能多出那么多人抗议呢？就是，肯定是有人针对承熙父子。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应该很快就到了。好。陛下查到了，说是在春闱结束那日，有位名叫齐子明的学子同围观百姓说了些闲话，这才引起百姓们对于承熙考生的怀疑。又是这个油腻怪！我还以为他娶了媳妇儿以后能消停一点呢，结果还在外面到处造谣。没错，此时齐子明已经在林疏影经营的铺子外徘徊好几日了。林疏影雇的打手就等在门口，他也不敢靠近。打手要是做事来打他，他就跑，反正他跑步速度倒是挺快。林疏影不耐烦的表情映入齐子明眼帘，他得意地勾了勾嘴角。为我生气就是还在意我，果然他还是喜欢我的。也是，李承熙已经被打成科举舞弊之徒，就算疏影之前被他的外表所蒙蔽，这回也看出来我比李承熙要好的不止一星半点了。疏影今年都快18了，也未曾定亲，就说明他一直在等我。他整理了一下衣襟和形容，这个我是你们掌柜的旧识，他肯定会愿意让我进去的。我们家掌柜的说了，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你，滚！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呐！林疏影，你一定要做的这么过分吗？瞧你那窝囊样子，又是热脸贴了人家的冷臀部了吧？你有辱斯文，有辱斯文！斯文？就你这样子，还好意思提斯文？我都替你呀臊得慌。他要去礼部看李承熙的事情处理得如何。
真希望他到的时候，李承熙已经被剥夺了殿试的资格。什么？你说李承熙要重新考过？走来听百姓的议论，齐子明不免诧异。对啊，就在礼部正堂重新考呢，有考官和咱们这些老百姓亲自监督。这不好吧？齐子明欲言又止。若是礼部尚书真与李承熙同流合污，那么定然会在中途使些小动作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啊。旁边的百姓古怪地看他一眼。这回的主考官不是礼部尚书，是摄政王。啊，竟不是陛下亲临？那摄政王也有可能帮助李承熙舞弊吧？岂料百姓们这次没有同意他的话。你在说什么屁话呢？摄政王怎么可能徇私舞弊呢？就是陛下继位时尚不知事，是摄政王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咱们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都要归功于摄政王殿下。殿下刚正不阿，为了国家安定在外征战，你若是再敢揣测陛下，老身就撕烂你的嘴。在老百姓眼里，摄政王就是忽悠大招的英雄，绝不允许有任何人侮辱他们的英雄。在下也只是推测而已，各位没必要太过生气。推测也不许。在下知错，在下知错，不就是随口一说，何必那么较真儿？他们怎么就知道摄政王不会收贿赂？在这世上，谁会不喜欢银子？而且摄政王的女儿是李承熙的学生，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摄政王是很有可能包庇李承熙的。他李承熙后台多着呢，不像我没背景没家底。哎，齐公子，你也一起吧。坐在摄政王旁边的圆圆对他露出了极为阴险的笑容。你跟李承熙一起考呗。见所有人把目光投到自己身上，齐子明的里衣都有点汗湿。这个，在下凭何要同他一起考？除非你林姑娘有本事，在我赢过李承熙后，让陛下把状元的头衔赏赐给我。若是你赢，准你直接参加殿试。齐子明对自己的本事再清楚不过，让他参加殿试他也合格不了，可架不住百姓们的热切。快同意啊，齐公子！摄政王殿下向来说一不二，你不是遗憾于秋闱时因照顾母亲没法继续考吗？殿下是在替你弥补遗憾。对呀对呀，正好让摄政王和陛下看到你才华横溢的文笔了。你们，要不是你眼神那么真诚，我还以为你在故意坑我。似乎是看不惯他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样子，百姓们直接把他推了出去。对了，还有啊，那要是李承熙在这次复考中还是得了第一名，那你作为质疑他的人，那要怎么赔罪呢？我怎么知道李承熙是不是真的舞弊？要是他没有舞弊，那我岂不是失了名声，还得赔罪？齐子明还在举棋不定，倒是追捧他的百姓们迫不及待帮他做出了承诺。若是李承熙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的文章还是得了所有考官的青睐，那齐公子就给他下跪磕头道歉，然后认李承熙当老师，怎么样啊？好，这样啊，没问题。这我看行，这行。齐公子，你觉得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呢？齐子明骑虎难下，纠结片刻后咬牙道：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不定李承熙这回文章写得很烂，对，我不一定会输。开始吧。本次复考共3个时辰，炉里插了株厚厚的香。齐子明就跟凳子上长出针似的坐不住，偷偷摸摸去看旁边的李承熙。李承熙压根儿没感觉到他的目光，专心写作。哎，这齐公子莫不是得了痔疮？这屁股怎么动来动去的？凳子上是有刺儿吗？他是不是不会呀？怎么可能呢？人齐公子是能写出寸草记的人，区区一篇文章对他来说不在话下。可是他现在跟我憋了好几日，在茅厕用力到差点虚脱还是拉不出屎的那种样子，差不多呀。哎呀，你能文明点吗？我这叫话糙理不糙。但这也太糙了。对，没错。
就在香快要燃尽的时候，李承熙舒展一口气，把墨还未干透的考卷呈了上去。可否再等等？你交还是不交？是要自动放弃吗？不敢。然后齐子明又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以免百姓质疑他的才华。哎呀，看齐公子那个样子，像是胸有成竹啊！太好了，齐公子终于不用再等3年了，等4月殿试过后，他就是状元了。那看来他刚才讹不出屎来的那个样子是装的，那比我强，我就经常便秘。麻烦闭嘴，谢谢。好。阅卷时采用了春闱的规定，连内阅卷2人1房，原业钦点了共10名考官阅卷，就为了让质疑的百姓心服口服，消除质疑。约莫1个半时辰后，回摄政王，10位考官的评选结果已出，请您过目。圆圆好奇地凑过去瞧，哇，这个结果还真是出人意料呢。齐子明惊喜的双眼睁大，难不成我随意写的文章胜过了李承熙？优胜者是齐子明。我就知道齐公子厉害，人家可是少年天才，怎么可能会输给偏远州县来的普通学子呢？那肯定的，4月殿试齐公子绝对会中状元。要是不中，我倒立吃鼻屎。就说了李承熙是舞弊，你们还不信，非要出动齐公子来打击他，能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那所以要如何处置李承熙呢？科举舞弊的话，起码得满门抄斩吧。中状元那日，我定要骑高头大马经过林疏影的铺子，让他后悔错过了怎样优秀的男人。他本可以当状元夫人，如今除非他跪下来求我回心转意，不然他连当我侍妾的资格都没有。我到时候先把董佩玉那个毒妇给踹了。李承熙镇定自若地站在他旁边，舞弊的谣言传来时，他并没有紧张。清者自清，他没必要紧张着急，更没必要自证。齐子明不知何时来到了李承熙身后。林疏影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他现在中意你，等你失去科举资格后，他会毫不留情地把你踹开。我没记错的话，齐公子已有妻室，怎的如此关心旁的女子心系何人呢？反正我比你强，你等着瞧吧。说完愤愤地准备离开。我还没说完呢，你着急走干嘛呢？不是已经宣布完了吗？我话才说了一半，你们就开始欢呼雀跃了，所以我就等你们高兴完再接着说呀。林姑娘还有何要说？我说优胜者是齐子明，那是不可能的。10位考官都选择了李承熙的文章。10位考官都选了李承熙？开玩笑吧，就没有一个选齐公子的。刚不是说这位姑娘是李承熙的学生吗？该不会是在胡编乱造，包庇李承熙吧？就是，怎么可能没人选齐公子呢？有内幕，肯定有内幕。有内幕！原车大掌落在岸上，百姓们瞬间噤声。李承熙胜出。他微微侧目，元禄公公立马会议，快把评比结果展开，给百姓们看看。哇，这个考官说李承熙的文章结构严谨，文辞雄奇，气势磅礴，情感饱满。这还说他是绝世佳作呢。众考官亲笔所写，那定然是做不了假的。还真没人选齐公子呢。齐子明面红耳赤，硬着头皮问，可否给在下欣赏一下承熙公子的文章呢？元彻看向李承熙，李承熙颔首，元禄公公就把李承熙的答卷交到齐子明手里。果真是极好，可凭什么他写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就没有他的天赋呢？上天未免太不公平，我付出的努力明明不比李承熙少啊！你为了面子天天请客吃饭，
你的努力就像蚂蚁的腿腿那么多，还努力。哼，怎么样？你看出什么来了吗？齐子明强颜欢笑。这个城西公子所作确实极佳，只是很巧，其中有一句与我半年前发表在《朝阳录》里的文章很是相似，真是巧合啊！没成想城西公子也看过我随手发表的文章。哦，那齐公子的意思是李承熙看过他的文章，记下了用在自己的文章里，那不就是抄袭吗？我就说李承熙怎么可能凭自己的才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恐怕不只借鉴了齐公子一个人的想法吧，只是集众成果于他一体了吧。原来不是舞弊，是抄袭。不过应当只是巧合，或许城西公子的想法与在下相似，也说不准呐。耶，好你个油腻怪，都事到临头了还这么油腻，你这么油唧唧的，是想做炸鸡吗？刚要上前，就看见李承熙从官兵处拿来随身带的布包，拿出2本书籍。不错，我也很疑惑，为何这半年前发行的《朝阳录》中的这篇文章，跟我在6岁时所写投给青州风土的文章，齐公子可否给在下解释一番呢？我过去2年发表过不少文章，都是从10几年前发行的书籍里抄来的，怎么那么巧就抄到了李承熙的？他怎么可能6岁就写出那般流畅的文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正我打死不认就行。那我来看看哦，看不懂，还是爹爹看吧。袁彻静静地看了起来，齐子明焦灼地咽着口水。中心思想、行文结构、词藻典故、类比举例的确高度相同，若你不信，可交由大理寺进行裁决。在老百姓们眼里，摄政王的话比大理寺更权威。摄政王说是，那就是。齐公子居然抄袭！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齐公子抄袭，抄的还是人家6岁时候写的作文。污蔑人污蔑到了正主头上，这么尴尬，要是我，我都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说齐子明是京城天才呢？天才怎么会抄袭呢？我不知道啊，他们都说齐子明是天才，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喊了。就是，现在想想，他就写了一本《寸草记》，在科举中一点建树都没有过呀，他连举人都不是呢。你们凭什么认为齐子明能3元及第呀？呸！骗子！亏我还帮你说话。李承熙这个长舌妇，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这事？我们文人最要紧的就是脸面，他怎么就不为我想想？哟，看齐子明这个小眼神就知道，他肯定在心里头骂承熙先生不给他面子呢。那你当那么多人的面污蔑承熙公子抄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面子呢？我那是借鉴，又不是抄袭。我们读书人的事能叫抄袭吗？齐子明身体绷得笔直，脚趾紧抓鞋底。那是在下误会了，家母还需照顾，先失陪了。齐大才子，你的承诺还未兑现，你该给承熙公子磕头赔罪，任他当老师。当老师就罢了，我有圆圆姑娘1位学生足矣。齐公子这位学生，我实在无福消受。就是，我才不要跟你当同学呢。这个承熙公子都放过在下了，诸位就让我走吧。不行，承熙公子只说不认你当学生，但磕头赔罪还是必须的。哎，对，就是。齐子明回头看到李承熙微微一笑，那算是默认了。他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李承熙，平日装得慷慨大方，如今竟逼我当众向您下跪，这不是把我的面子踩在脚下摩擦吗？方才我还不相信他抄袭呢，如今他连亲口说出的承诺都不遵守，原来他真的是这种人呐！又不是我做的承诺，都是你们帮我做的，还能怪我不遵守吗？可我要是不跪，他们定然是不会放过我的呀。对，此时决然下跪，兴许还能落个好名声。齐子明咬咬牙，掀起衣摆，猛地跪在李承熙面前。
承熙公子，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不该质疑你舞弊，是在下之错，求您原谅。今日之辱，我定要铭记于心，来日再报。歉意收下了，原谅还是算了吧。输赢也好，我也好，都不会原谅你。家人们谁懂啊？好不容易春闱结束了，被他害得我又得考一次，写一篇文章要耗很多心血的好吗？今天结束，我回去一定要睡他个3天3夜。哼！对，不该原谅，这个杀千刀的把我们都给骗了，我们也是受害者。对呀，要不是他，我们怎么会质疑承熙公子呢？险些冤枉了才华如此出众的学生。承熙公子才是当今无愧的大招天才。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在下只是一介读书人，算不得什么天才呢。齐子明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我可以走了吗？等等，你胡乱招摇，惹来这么多的人，害得大家卖点心的都没时间和面了，伙夫们都没时间炒菜了，还有卖猪肉的都没时间杀猪了，全都跑过来帮你出头，帮你说话，结果呢，还全都被你骗了。你以为你跪一下就算完了吗？那你还想怎么样啊？我今日被糟践的还不够吗？爹爹，你说呀！来人，掌嘴！来人，掌嘴！幸好只是掌嘴而已。可不光是今天哦，爹爹说，按照大招律法，从今天开始以后还有10天，你都要每天喂食来礼部领掌嘴20下。什么10天20下？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停哦。你这是故意让我死呢？就是能否减少至5日啊？给你讨价还价的机会了吗？我不就是随口说了2句，况且李承熙也并没有真的被冤枉，有必要罚得那么严重吗？圆圆一眼就看出来齐子明在犯什么嘀咕。你不是自诩读书人，或从口出都不知道，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只是下跪一下就能解决的吗？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说的对啊，就该重重处罚她，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就是这就得重罚这。还有你们，在没有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就以讹传讹。看热闹的百姓们瞬间噤声，李承熙自豪地挺胸抬头。证据确凿，以讹传讹，不愧是我的学生，已经能用这么复杂的成语了。等女子科举正式实施后，圆圆一定会成为大招史上第1位女状元。齐子明自从领了那10日掌嘴后，在家里养了2个月才稍微好转。本届科举殿试就在明日举行，他为了养伤，许久没去国子监。一进贤明堂，你已经不是国子监的学生了，快滚！别逼我亲自赶。我牺牲了自己终生幸福，娶了董佩玉，才让国子监典籍董大人把我送进来。我死也要死在这儿。你真够不要脸的！诬陷李承熙舞弊不说，你发表的文章都是抄袭的。看你日日侃侃而谈，还以为你多有文采呢。你就是个惯骗，把我们骗得团团转，你是不是很得意啊？我没有骗你们，是你们自己凑上来的，也是你们说我是天才的。我们还不是被你虚假的外表给迷惑了？是你们愚蠢而不自知。你们在干什么？老师，学生无事。学生近日在家中养伤，积攒了许多学业上的问题，正准备一一向老师提问。孙夫子是国子监最和善的人，他曾夸奖过我的诗作，就算别人看不起我，孙夫子也一定会帮我的。你收拾东西，赶快离开吧。老师，难道连你也不理解我吗？你也觉得我错了？别叫我老师，我没有你这种抄袭别人心血的学生。之前见你虽无天赋，却不愿你自我厌弃，为了鼓励你，才昧着良心夸了几句。让你离开，是书院所有夫子的一致决定，你好自为之。可笑，真是可笑。
费尽千辛万苦进的书院，就因为李承熙说我抄袭，就都要赶我走。这样的书院不待也罢。齐子明前脚刚走，国子监祭酒庄大人后一脚就亲自登门找到林淑妍，诚恳地希望他能入学国子监。林公子富有才学，可否想去国子监读书呀？多谢大人美意，淑妍无福，还是更愿意在自家书院。庄大人都想哭了。国子监学生虽多，但抵不过一个林淑妍呐！哎呀，那林公子既不愿，那本官下次再来啊。刘备三顾茅庐才请诸葛亮出山，那我就5顾永定侯府，5顾不行就10顾，再不济就100顾，定要用我的真心诚意打动林淑妍不可。殿试连着举行了3日。累死了，累死了！幸好有你的猪蹄儿，真好吃。这还有没了？你才是猪蹄，还有，我才吃了4个，你都吃了2个了。再说了，考题都是我爹爹帮忙出的，你累什么呀？那在龙椅上坐一整日也是很累的，好不好？我不管，小神仙，你再带我去吃福满楼的烤鸭怎么样？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我请客啊。那也不去，我还有正事要做呢。不过这李承熙可真厉害，他的文章简直堪称一绝。是吧？殿试结束3日后放榜，李承熙列1甲第1，成为此届科举状元，当之无愧的3元及第。我中了！状元是李承熙，状元真是李承熙，承熙公子中状元了。我看看，没错，同名李承熙，没错。他在那儿。哎呀，这不就是状元郎吗？这位书生精彩艳艳，我家小女正好尚未婚配。让开，我先来的。李承熙是我看中的女婿，你女儿哪有我女儿好？我女儿堪称绝色。状元郎，你娶我女儿吧。在下已心有所属，诸位饶过在下吧。走开，我算过8字啊，状元郎跟我闺女那才是绝配。救命啊！圆救我！多谢，那帮人也太过分了，光天化日绑下捉婿，这姻缘大事岂能以武力相比？幸好有你们救我。不用谢，我才不是来救你的。那是老身行动不便，幸好有圆圆替老身绑下捉婿。老身的孙女林淑颖，慧质兰心，聪明伶俐，不知公子愿意，在下愿意。没有胆识。还没问出口，李承熙便赶紧答应，生怕老夫人有1秒的反悔。这种问题还带抢答的吗？老夫人在上，宁夫人在上。晚生李承熙，自与淑颖小姐初逢，其温婉端方之态，便深入吾心。自此朝朝暮暮，思念难平。如今承熙功名初就，斗胆求娶小姐，愿以状元之礼为聘，以一生呵护，许淑颖小姐一世安稳。好，大招状元之礼，共计白银560两，另有金银细软，李承熙皆悉数做了聘礼。而李承熙刚刚下聘去朝中面圣后，却被封为平州通判，3日后启程。喂，你有没有搞错呀？承熙夫子跟淑英姐姐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你又把他们分开了。啥？李承熙跟林淑颖这么大的瓜，小神仙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吃，你不是吃东西，就是要吃瓜，一点都不像我。那个齐子明他不得气死呀？我记得父皇在的时候，齐家跟林家就有姻亲，后来听说又退亲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神仙，你快告诉我呀！不知道，不想说。哎呀，你就告诉我吧，瓜吃一半很难受的。那你不要让承熙父子去平州，我就告诉你。另外，我还可以请你吃猪蹄哟。哎呀，本朝规定，所有新科进士都要去各州县历练的。李承熙出自平州，对平州的风土人情最是了解。历练一小段时间再回京，我自有重用。再说了，平州离京城又不远，算是顶好的去处了。原来是这样啊，那好吧。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不行，我还想吃一个松鼠鱼，1盘糖醋丸子，然后3根鸡腿，吃完才能说。好，这个简单。李承熙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失眠到清晨。虽然在京时间并不长，但他爱上了这个地方，爱上了这里的人和物。他遇到了此生挚爱疏影，遇到了热情的宁夫人，结交了朋友林淑妍，还收了一个可爱的学生。启程回平州那日，宁氏、疏影和淑妍都来送别。圆圆怎么没来？那我先走了，你们保重。疏影，等我回来。林疏影把一个平安符系在他身上，一路小心，多保重。李承熙刚准备启程，就有一架马车缓缓驶入队伍。我也想去平州玩，爹爹答应了。竹昭叔叔还有巴蛇叔叔跟我一起。李承熙错愕片刻。好，圆圆姑娘果然勤奋好学，那咱们就继续为师徒。等你离开平州那日，定教你写出一首漂亮的文章来。咱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啊？就是我只是觉得京城的好多好吃的我都吃腻了，然后听说平州的好吃的也有很多。我就是想换换口味。好吧。来了，快，放炮，奏乐！这就是李承熙呀，李承熙简直是咱们平州的骄傲呀！连中3元，能不牛吗？不止连中3元，状元郎在咱们平州的县士、府士还有院士都中了头名，这真正的连中6元呢！李承熙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咱们这状元郎不光有才华，模样也俊朗得很呐。听说李家的亲戚早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真是有眼无珠啊。就是这般会读书的孩子，要是我就算砸锅卖铁也得送他去书院呢。我听说呢，状元郎只有祖母跟他相依为命呢，过得那叫一个又穷又惨。后来老太太染了风寒，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那时状元郎才6岁，靠写文章赚来的钱给祖母办了葬礼，守孝的只有他一个人。乡民的议论传进李承熙耳朵。昔日祖母自己受饿，却把讨来的馒头全都给我，自己却因为乞讨被恶霸殴打，奄奄一息倒在门前。李承熙强行忍下眼中的酸涩，骑着马回到那个断壁残垣的家。原本冷清的家中却来了不少人，一见到他就纷纷凑了上来。小橙子，我是你二婶啊！我是你二伯！我是你大姑呀！你呀，真给咱老李家长脸！哇，李承熙家好多人呐！你可算回来了！你知不知道舅舅盼了你好久，想的都直掉眼泪呢。还有我是你七老姑的3外甥女的发小。我是你八姨夫的堂兄的连桥。七大姑、八姨夫、连桥、堂兄，这也太难算了吧？算了，我还是去算鸡兔同笼吧。这里边都是家里自己熏的腊肉跟腊鱼，你很久没吃过家乡的味道了吧？
闻闻看，香吧？小橙子，就是村头那个老刘头啊，坏得很。他家的牛吃了咱家的地，我那不成器的大儿子，就你刚子哥，就宰了他家的牛，他却把你哥告到了衙门。你可得替咱们做主啊！你就放心吧，这下咱老李家也是城里有人了。有什么事儿是状元摆不平的，是吧？状元那可是天下第一呢。小橙子，你可回来了，我是你亲娘舅啊。我家豆豆就你那个弟弟，科举考了几回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你看能不能走走关系，或者你替他考一考啊？我要求不高啊，能给他中个举就成。科举岂能舞弊？舅舅诺要说笑了。京城跑了一圈，你跟我走上官话了啊？这么点小忙你都不帮，真是太不够意思了。那是小忙吗？知不知道科举舞弊是多大的罪啊？别说李承熙了，你整个老李家的脑袋都不够砍的。就是，还中个举就成，那么容易你自己上啊？口口声声说人家不够意思，那人家遭难的时候你们帮过一回没？没错，你们一回都没帮过。现在人家苦尽甘来，你们还想着巴结要好处，谁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亲戚啊？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哇，你们夫妻俩说的相声真精彩，你们会说就多说一点啊。等等，先不要说，我去买个鸡腿，一边吃一边听。想吃鸡腿来我家呀，我夫君的厨艺全天下都找不出来第二个。好，我都好几天没有吃鸡腿了呢。圆圆说着，委屈的泪水从嘴角滑落。多谢长玉姐，这位想必就是姐夫了吧？他叫谢少游。谢少游见过新科状元。那这位可爱的小姑娘是？长玉姐姐好，少游哥哥好，我是从京城来的鸡腿，京城来的圆圆。哪有脸说话？走吧。谢家满满一桌佳肴上了桌，谢少游满头大汗从厨房出来。最后一个菜，盐焗鸡腿儿。少游今天非要亲自下厨招待，你们先吃，如果觉得不合胃口，咱们还备了一桌啊。谢夫人，您太客气了，准备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呐。吃得完，我都好几个时辰没吃肉了。今天新科状元是座上宾，按规矩李承熙先动筷子。大家吃啊。还是状元郎先吃吧，您是上宾呐。对，您是客人，第一筷子应该你吃。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呀？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呀？好吃。谢公子的厨艺，的确是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谢妙游的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状元郎，你们路上几日没吃了？看吧，状元郎都夸我做的饭好吃。是吧？我就说很好吃。来，再尝尝这个糖醋鲤鱼。多谢长玉姐，我其实来的路上吃过了，也不是特别饿。长玉姐姐，承熙夫子不吃的话，我可以帮忙代劳。好嘞。我跟你说，我们路上其实都对，我们来的路上刚吃过，也不是特别饿。说完抱起茶水就往嘴里猛灌。那什么，我娘亲另备了一桌，是府里厨子做的，你们要不？好，那我们就过去吃一点吧。人家做都做了，总不能让人家的心意白费吧？快走！说着就拽着李承熙去了隔壁。不是，我这也辛辛苦苦做了一天了。我尝尝，很好吃啊。是吗？我觉得特别好吃。明明夫君做的饭就很好吃，为什么谢家的人都不爱吃呢？从前还觉得谢家人是开玩笑说的，今日来的李承熙和圆圆也不爱吃。圆圆在隔壁桌上疯狂扫荡。好吃。再给我上10碗米饭。
这小丫头吃相可真好，一看就是个有福的，不像我们家妙游，吃顿饭的功夫，人家连媳妇儿都娶了。吃顿饭的功夫就娶个媳妇儿，是什么很骄傲的事情吗？哎，你饭量不大，话量倒是不少，甭搭理他，吩咐下去，让厨房再添几个菜。饭后，谢母走到院内，看到端着食盒出来的侍女，询问道：“她今日如何了？”回老夫人，还跟往常一样，吃了2口就不肯再吃了。哦，我知道了，我去瞧瞧。谢母有些放心不下，亲自去了家中最隐蔽的那间厢房查看情况。